世间犹有陈平安，尔等休想跨过一步。来！2月2，烛照亮，桃打墙，人间蛇虫无处藏。2月2，烛照亮，桃打墙，人间蛇虫无处藏。岁岁平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哎，我和志贵下个月就要离开这里了。哦，路上小心。哼，你可别趁着我家没人就肆无忌惮的偷东西啊！哼，没劲，真是贫贱任人欺的命。陈平安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那2颗石子捡起来？我挺喜欢的。高姐姐，你家弟弟跟陈平安正眉来眼去的，明摆着勾搭上了。哼，这算什么？我昨晚还看见陈平安跟你娘亲拉拉扯扯呢。你哪只眼看到的呀？你这个衙署督造官的私生子，别长眼睛了！一边凉快去！你爹我翻了黄历，今儿不打儿子，算你运气好。哎，志贵，你跟这么个孬种少爷多憋屈！你不如跟刘宪阳私奔算了，反正那个傻大个看你的眼神，就像要吃了你。嗨，志贵。宋继熙怂得跟他爹一样，我这马功才施展出半成。好了，哎，你看，你送我的米酒都长这么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娘蒸了腊肉，喊你去吃呢。我就不去了，今晚我要早点休息。哎呀，去嘛！明早还有份送信挣钱的活计。哦，这个烧上。哎，喂，听说咱们这儿来了帮外乡人，龙窑不是关了吗？他们来干嘛？哼，我娘说他们都是神仙，有钱着呢，咱们可得从他们身上好好捞捞。哎，去吧。哦，走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
小王八蛋，掉钱眼里了，催命啊！嘿嘿，你那点破事儿，等会儿再说。哎，老规矩，你们外乡人来这儿寻机缘，每家留一袋金晶铜钱才能进小镇。下一个。蝼蚁，哼！袁爷爷，想不想知道他们说了啥呀？想，夸你俊呢，全是好话。你当我傻呀？哎，傻小子，那好了，乖乖送信去吧啊！哎，那婆娘可不是个简单的人呐。那位夫人练过武？哎行，说好一封信1文钱的，还差5文。哎呀，行了，吃亏是福嘛，先欠着，先欠着啊。话说3000年前，天底下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神仙人物，证了大道之后，便独自仗剑游历天下。但不知为何，此人偏偏与那蛟龙不对付。整整300个春秋，有蛟处斩蛟，遇龙时屠龙。单说这最后的斩龙大战，那真是惊天地杀鬼神呐！全山尽数俯首，穷于为之震颤。据说那真龙身长绵延千里，飞腾时惹的是日月无光。可在那剑仙的眼中，不过是华林长虫而已。几剑扫过，真龙便节节败退，直至将其逼至东宝平洲的上空。哎呀，我真恨自己晚生了许多年，无缘亲眼目睹。老头儿，别卖关子了，那真龙最后到底死了没呀？死，也没死。切！来，先擦擦鼻涕啊。这真龙虽然陨落，龙气却孕育了5行蛟龙和大大小小的机缘。机缘所指各不相同，有物有人，皆可助修行者晋升大道。他们则有大福缘之人为主。这些稀世机缘，说不定就藏匿在我们的身边，是为潜龙在渊。至于如何寻找他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哎，别下回分解了，现在就讲给我听呗。听说小镇杏花巷有口古井，带我去看看，我便说与你听。我这碗里大有讲究，带我去井边，我就让你看看碗里的玄妙。您的信。啊，真晦气。
给您送信。小伙子，进来喝口水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今年的桃叶是见不着桃花了。醍醐撼大树，可笑无自量。依我生其后，取景遥相望。即使皮肤用尽全力，也无法撼动大树。但他想要对大树做些什么，是他的态度。不管是人，还是小小的皮肤，有态度，才会有尊严。大家继续。事出有要，高俅如虎。这是先生的书信。以后无事的时候，可以多来这里旁听。夜卧早行，往不于无妨，道理全在书上，做人却在书外。你去忙吧。哇，你这买的好啊！哎呀，就这么多了，你再要多，找没有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再说了。大叔，您这鲤鱼金灿灿的，真血腥，能不能卖给我呀？哎，这鲤鱼我本来是想自己留着吃的。好吧。哎，你要买的话，给多少钱呢？我只有5文钱，能不能？5文钱，少是少了点儿。50文，连鱼带篓，一并要了。50文。喂，先来后到的规矩还是懂的，这是酬谢。你我就算领清了。胡爷爷，这鲤鱼真有番不俗之气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是份大机缘。日后鱼化成龙，殿下不虚此行啊！哎，算命啦！大凶之兆啊！哎，金鲤出海，泥鳅化龙。少年呐，你错过的可都是大机缘呐！哎，别走！哎，贫道还会写一些黄纸符文，可谓仙人祈福，说不定还能投个大富大贵的好胎呢。不瞒你说，贫道看你有凶煞之气，你不妨抽上1千，解解这吉凶如何？若抽出上千，不妨多加1文喜钱。如果鸿运当头是上千，也只要你这5文钱，如何？划算吧？道长怎么知道我这只手里恰好有5文钱？贫道神呐！道长，我把5文钱都给你，只请道长写2张平安符，给父母的，只求写的比平时更好些，行不行？你当真不在意这大凶之兆？多谢道长。黄雀始遇闲花来，君家种桃花未开。不是他呀，命里8尺，莫求1丈。
也该给我看看你碗里装了啥了吧？啊！你这娃娃，别急别急嘛。好重的根骨。竟然是水龙。你先告诉我，这泥鳅是哪儿来的，我就与你看。不许反悔啊！要不然你不得好死！一个雷把你劈成焦炭，我再让陈平安一拳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呀？啊！哼，跟我娘。哼！哎呀，不愧是人杰地灵、钟灵毓秀啊！哎，你说的那陈平安可是送你泥鳅之人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是敢打小泥鳅的主意，我就让陈平安穿你脊梁骨。陈平安，你与他是什么关系？哼，穿一条内裤长大的，你说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你这糟老头子磨磨唧唧的，他看不看了？小娃儿，你与我有缘呐，我便给你看看这此中玄妙。顾灿是我乡中的弟子，你就当是为他好，莫怪我夺你的机缘了。福公子，3000年期限已到，这座小镇当真会……蔡仙子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虽说小镇时日无多，但仍有圣人坐镇。你我寻觅机缘，要遵守规矩，不可出手伤人呐。若是你我真的在此地得了意外之喜，你如何报答我？任君采撷，如何？蔡仙子，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。倪萍巷的一对主仆与一对母子，我们各选其一。这押注的本钱，便是你们云霞山的云根石，每年送给我们老龙城10块。当然可以。那福公子就选宋吉熙，我选顾灿好了，如何？就这么定了。来得正好，让老夫来一场借刀杀人。很巧啊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小兄弟，向你打听2个人，顾灿和宋吉熙，可认识？我前不久还是一口龙窑的学徒，刚搬来这儿。你们要不要问问别人？帮我们一个小忙，我就送你一样东西，如何？只需告诉我们这2家人住在哪儿就好。我就是宋吉熙，找我有事儿？宋公子，哈，我身边这位姐姐要找顾灿，你能帮忙吗？好处呢？小家伙，天宇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你错过了一桩大机缘。哼！哎，小心！狗屎！你竟敢乱我心境！住手！我知道你说话的时候故意放慢了速度。蔡金简，不要漠视圣人的规矩。
是我失态了。姐姐，你的睫毛很长。斩却心魔，正是机缘。不可！蝼蚁贱命！蝼蚁的长生桥事小，弄坏了小镇杀生的规矩，惹来圣人怪罪。不止你被驱逐，我也会受牵连。放心，我没有要他的命，只不过他仅剩半年可活。这小象啊，和我有缘，稳住心境，又捞到这么大一笔。我对那个顾灿更期待。宋吉心，今日不是良机，明日辰时，我再来与你交易。什么嘛，做事一点都不爽利。本以为我坐镇此处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，但突然发现，有些幕后人等不及了。身为客人，在主人眼皮子底下行那些鬼域伎俩，妄自托大，真以为小半碗水就能浑染黑白，为所欲为。先生，这次我没办法和你一同离开小镇了。这是为师的临别之礼，怀也留好。以后说不定还有一桩机缘。有意思。有气势，我喜欢。赵瑶，你该回学书搬东西回家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只是偷偷喜欢谁，道祖佛陀也拦不住。咱们那位至圣先师也不过告诫非礼勿言，视听动而已，没说过非礼勿思。它很香啊。赵瑶，不错，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。我这个弟子确实冒犯了姑娘，但罪不至死吧？你怎么觉得我不管？我怎么做是我的事情。你可以
管管看。兵家武道，唯快不破。哪怕此方天地分崩离析在即，可只要在那之前，便是10位陆地神仙联手破阵，也不过是蚍蜉撼大树，何况是你。并非是你以为的障眼法，此方天地类似佛家所谓的小千世界。在这里，我就是。是谁教你的刀法和剑术？退！武道登顶，循序渐进至关重要，莫要逞一时之勇，坏了心境。听不听是你的自由，说不说就是我的事情。少将。可惜了，这剑最多只能承载2个字的分量，否则以你的资质根骨，3个字肯定绰绰有余。这不是我追求的剑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听说这里每隔甲子时光就会换一位圣人，主持着洞天运转。我确信你就是圣人，否则，刚才我出手不会那么直截了当。你可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？姑娘，最好收起这把剑。多一样东西防身，终归是好事情。锋锐无比，注定是一把无鞘剑。圣人就能随便侮辱我的剑道？给我刺字，当我稀罕？殿下小心！吴爷爷，我们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殿下，此人是个登堂入室的练家子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放肆！
飞剑，这里修为压制的如此厉害，还能肆意使用飞剑。姑娘，你当真不简单啊！要不是我，你小子早死了。殿下，当心他故意舍去同伙性命来博得殿下信任，实在不行，咱家就道个歉。啊，我叫高枕，大隋益阳郡人士。方才你一言不合就要杀人，虽然你有你的理，但我觉得这样不对。吴爷爷若有得罪之处，我愿以此保护，聊表歉意。殿下不可！此方玉玺是殿下机缘所在，世间罕有，老奴何等阿杂，怎可相提并论？殿下，这是要活活逼死老奴啊！君子不夺人所好。姑娘，后会无期。起来吧，吴爷爷，跪着多不像话。我大隋12位大屌死，素来只跪帝王。老奴知晓事情的轻重缓急。住手！御马监掌印太监吴雕嗣，你难道不知道那少女稍加培养，日后就能成为我最厉害的影子刺客吗？在咱家眼里，殿下的安危比天大。闭嘴！为了我的拉拢计划还跟我顶嘴，我可是大隋未来的太子，是你这个老阉人的主子。殿下骂得好，很有陛下当年的风采。咱家还是那句话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莫非你也想与我较量较量？老奴失言，还望圣人体谅咱家作为奴仆的苦心啊！敢问可是山崖书院的齐先生？若先生愿意，我大隋可将国师虚位以待。若非你率先占据了大机缘，今日断然无法轻易离开。速速离去！殿下。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交给你照顾，能不能做到？啊！爹。平安。
陈平，乖老头，大白碗，水。慢慢说。哦，我碰到个怪老头，他手里有个白碗，一直往外哗哗倒水，能把咱们小镇给淹了。下次送进去，他爹我了。你是说，祖宗怀下的那个说书先生？我看到那老头去我家了，他不会要送我命吧？咋办呀？那我陪你回家看看。你家遭贼了？回头再说。哦。看在松霞老祖的份上，老夫便不计较你的不请自来。不过老夫已经决定收顾粲为徒，你若有能耐就抢，没能耐就走。想必前辈知道，享有天才地宝美誉的云根石，整座天下就我云霞山。晚辈先行告退。记得关门，自不量力。什么狗屁解将真君，卑鄙！陈平安，我怕。哎呦，平安来了，婶婶好。哎，快进来吧。灿儿，别闹了。早先生，还不快来拜见师傅！娘，我才不要当他徒弟，当他爹还差不。说什么呢？如果你真想收他为徒，至少他愿意才行吧？对。哎呀，平安，你听我说啊！婶婶，顾粲他放心，这位仙长是真心想收粲儿为徒的，他没有做学问的脑子，也不如你机灵，留在这儿能做啥呀？要是能跟着仙长好好修行，准能出息。陈平安，粲儿的前程就在眼前，平安。有了师傅，便有人护着你，好事。啊，他算什么？听你娘的话。那我走了。粲儿，过来。来，粲儿，过去。仔细看看，过去。有什么？小泥鳅，是我送陈平安的。闭嘴！修行之人为长生大道有点争夺，不算什么。你现在跪下，我收你为嫡传弟子。死老头儿，他
他是陈平安的，我要还给他。先生，放心，只是让他在里面静一静，免得他的鲁莽坏了大道机缘。娘，陈平安，你在哪儿？小女主。陈平安！我问你，陈平安生辰几何5月初5生的，不吉利。5月初5，原来如此。那孩子他爹坏了这么大的规矩，死的可不简单呢。怎么，你儿子抢了人家的大机缘，愧疚反悔了？当然愧疚了，但是反悔绝对没有。如果换成陈平安他娘，为了自己儿子，也会这么做的。那倒未必。他会的。天下父母心，可敬、可怜，也可恨。不过，为了顾灿的将来，他与陈平安之间的缘分，必须斩得一干二净。刘新阳，干嘛呢？你平时有没有听到过古怪的声响，就像春天的猫叫一样？你说是宋吉新学猫叫，还是志贵啊？哎，大光棍吧你！哎，对了啊，我给你找了个赚钱的事儿，去铁匠铺铸剑的阮师那挖井，比你送信强。哎，不是，一个床板不至于，回头就帮你修。那我先回铁匠铺了。你要是想接这活儿，找我啊。平时没这么小气，今天怎么啊？哎呀！谋杀亲父啊！测字画符能补凶吉，前知500载，后知500年。哎呀，志贵下手也忒狠了，在梦里可是很温柔的呀。哎呀，啊！少年呐，贫道见你气色如烈火烹油，近日必有血光之灾呀！破财消灾，对不对？臭算命，咒找死啊！嗨，无灾不肯念神仙，欲得安稳，当烧香，当烧香啊！烧香是吧？然也。我先烧你摊子！别跑！你别跑！这位俊杰，真没有骗你啊！去你的！臭道士，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哎呦呵！世道艰辛，人心不古，虎口不一啊！道祖保佑！哎不，算了，还是佛祖保佑。菩萨
显灵，菩萨显灵，显灵显灵！啊！这是。 他的来历绝不简单。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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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！这么大一个因果砸过来，不等于在贫道的额头上刻上“一心求死”4个字吗？下了心的大隋高氏，姓吴的老太监，你们给贫道等着！这笔账没有500年，根本就算不清楚。小姑娘，你发慈悲心，放过贫道好不好？回头贫道帮你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肯定能够福泽子嗣。不对，贫道一时慌乱，差点忘了，姑娘还是皇上的闺女。贫道一生风光奇月，岂是那种见死不救之人？只是接下来要送往何处，也是麻烦呐。再麻烦也要救。你快去老槐树那边捉一枚槐叶过来，贫道先替你的主人吊住这口元气，否则耽误了他的修行前程，这一桩新因果，有天杀的让贫道想死的一了百了了。去晚了，大家一起完蛋呐！稳住，稳住，容贫道算算，送你到哪户人家，你既能活下来，对方也不至于家破人亡。福禄街的宋家，是哪个王八蛋在害我宋氏基业？出来一战！刘家，想让我损了你的大道吗？桃叶巷的魏家。李靖春，这么大事你不管，不管就赶紧滚蛋！趁早把位置让给阮琼，让他来收拾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。够了，不许对齐先生不敬。我阮某人绝不会在春分之前涉足小镇事务。姑娘，你牵扯到的气数太大，只能逆天而行。可是，在这个小镇找一个气数萦绕的家伙轻而易举，找个穷光蛋比登天还难呢。等一下，好像还真有这么个可怜虫。陈明安，好巧啊，在这儿遇见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就是人家门口啊。陈明安，我有一个大机缘要送给你。哎呦，骗鬼呢！这是他再傻，他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大麻烦呐。陈明安，我，进来吧。明安呢？道长，这剑怎么会飞啊？哎呀，回头跟你解释。先进去，先进去。哎呦，小贱贱，这个时候你就别介意什么寒酸了，先救命要紧呐。发什么呆呀？将这位姑娘抱到床上去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就别顾忌什么礼节了，救人要紧，快啊！道长，这姑娘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她呀，非要踏牌坊上气冲斗牛的匾额，蹭蹭蹭就爬上去了，劝都劝不住，结果她一不留神，啪叽一下就摔下来了，摔得满脸是血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先帮姑娘换上一身洁净的衣裳，然后呢，再去药铺抓几味补气养元的药材。
啊？那姑娘醒来之后会把我打死的吧？隔壁家有个姑娘叫志圭，我找她帮忙。哎，她要能做，我还来你这儿干嘛？先救人。善。小姐姐，你别误会，她是要给你主人换衣服，不是非礼。快动手！别相面了，快啊！你刚才那身法还可以啊，道长见笑了，我就是有些力气，拳法不懂的，搞不好你还真能一拳打死个人，只是可惜了。行了，照房抓药去吧。有事？我希望道长能帮我个忙。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了，道长能不能帮我下辈子投胎，还做我爹娘的孩子？那姑娘和你萍水相逢啊，你为什么答应救她？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傻子才不救。姑娘，你确实是贫道救下的，但抱你进屋、摘去帷帽、给你洗脸换衣的，那可都是陈平安。他是一个黑炭似的穷苦少年，父母双亡，当过烧瓷的窑匠。姑娘还有什么想问的？贫道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感谢道长救名臣。姑娘无恙就好。道长怎么称呼？贫道姓陆名陈，并无道号。那少年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不合礼节，但事急从权，姑娘不要怪罪。陆道长，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姑娘不是东宝平州人士吧？来游玩的？我听说此州铸剑第一的阮师在这里开路铸剑，我希望他帮我造一把趁手的剑。想让阮师亲自铸剑，可不容易啊。道长，你好，我爹姓宁，我娘姓姚，所以我叫宁瑶。我爹姓陈，我娘也姓陈，所以我叫陈平安。如何煎药，贫道已经详细写在纸上了。接下来一巡，你多辛苦。这种生死大事，道长是不是亲自盯着更稳妥些？贫道还要去南建国参加一个典礼。道长，可是我不识字啊。没关系，宁姑娘识字。药方好好收着。小镇上书籍多是私人家藏，你购买不易。日后若是想学字了，可以从药方学起。一夜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宁姑娘，后会有期。陆道长，后会有期，大恩不言谢。陈平安，我有几句话要交代你。陈平安，以你的记性，再加上隔壁就住着个读书种子，不识字这种说法，不是你拦着贫道离开的真正理由。道长，我现在自己也没多少时日了，没法照顾宁姑娘。就这么着急死？
虽说那名外乡女子用下作手段断了你的长生桥，让你仅剩半年性命，但因此看淡生死，可不是少年该有的心态。而且我告诉你，长生桥虽断，仍有活命之法。陈平安，你是不是觉得能活着最好？若是死了也无妨，因为死对你而言，反而有可能是一次重逢的机会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哪怕你能够在浩浩渺渺的阴冥之间，侥幸与你爹娘相逢，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，是什么心情？陈平安，我问你，你爹娘见到你的时候，会不会很高兴地问你：“儿子，你也来了？”哼，他们还能安心地去投胎吗？世间有几人能够生生世世地做子女？你休想！即便是上宗掌教，也无此通天本事，更何况是你陈平安，一个朝不保夕、3顿饭都没有的穷光蛋！罢了，罢了。看在欠你人情的份上，我只说3件事。第一件，宁瑶恢复之后，你便去求阮氏当学徒，寻个避阴处。第二件，常去廊桥小溪下摸石头、捉鱼虾，能获得多少机缘，那就看命了。第3件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自己想去。起来帮忙！你得到的那些铜钱挺金贵的，好好留着。哎，再加一句，最近你少出门啊。哎呦，还是跟你说了吧，你爹娘早逝并非你的过错。不但如此，你此生命途坎坷，还是受累于你的爹娘。但还是要努力活下去。原来道长不是骗子，是神仙啊！要是姑娘不嫌弃，就住这好了。需要什么尽管说。那你呢？我认识一个人，叫刘宪阳，是我的好朋友。这2天我去他那边住。谢谢。宁姑娘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麻烦把这袋金色铜钱交给刘宪阳，让他帮我照看这间屋子。要是能在大年30贴上门神和春联的话，就最好了。如果觉得太麻烦，不贴也没关系。你和陆道长说的话，其实我都听到了。说实话，他未必是滥杀无辜的人。修行之路有宽有窄，走得快了，不小心踩死了蚂蚁；误杀了鸟雀蛇鼠，皆有可能。我说的不太好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吧？大致懂了。那个打断你长生桥的女人和你有恩怨，所以你想报仇。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吗？我曾在私塾听齐先生讲过皮肤撼树的故事，不管是人，还是小小的皮肤，有态度，才会有尊严。外乡人在小镇，虽然修为都被压制，但仍有仙家法器护身，除非瞄准了致命的脖颈和眼睛。最后，如果决定动手，
就一定要快。岁岁平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。早点回来，我还等着喝药呢。刘宪阳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反正不信，能跳过去的肯定是神仙。陈平安，快跳啊，别怂！福兄，既然东西确认无误，是不是该谈谈价钱了？宋老弟，我福南华已将你视为知己，但要想日后能托付生死，还得看咱们今天这第一步走得踏不踏实。福兄啊，我这人特俗气，浑身铜臭，当然朋友也认，但先攀交情再谈生意，我难免会问自己。这么一号人，心里是不是在打小算盘？这样吧，2次机会，你出价钱，我点头或摇头。2次过后，对不起了，兄弟，不卖了。好，先前那块玉佩算是我的见面礼，再加上这袋买胡锦。我敢说，宋老弟你绝对赚了。这袋铜钱叫供养钱，乃世间诸多香火钱之一，是远比黄金贵重的金晶。先人曾言：“水碧或可采，金晶觅莫论。”说的便是此物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滚你大爷！当我傻呀？你们进小镇时随身带着3袋铜钱，1袋金晶换1件机缘，这叫规矩。1袋金晶少说也有20枚，你这里头有几枚啊？哼，这点诚信都不讲，还敢从小爷手里换机缘？既然第1次开价没谈拢，那我就再出1次，24枚，买你这把山魈虎，卖了。笑什么？不愧是山上的神仙，一想到以后我也能像你这样弹指杀人，我就开心的不得了。2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，除了这把壶，我再拿1件不输给他的老物件。哦，说说看。第一，你要给我3袋金晶铜钱。这要看东西值不值了。第2个条件呢？替我杀1个人。
客呀！这位姐姐怎么坐在陈平安床上？我可没听说她有远房亲戚啊。她不在，你走吧。我是来看看这边有没有缺什么东西。我住隔壁，我们要搬走了，很多物件都可以留给陈平安。唉，这些年啊，他过得可不容易啊。哎，陈平安是去找那个仙子了吧？你就不怕他回不来？回不回得来是他的事。这样啊，哎，走了走了，姑娘，你好好养伤，有需要就喊我一声。我叫志归，也没多好看嘛。这名字可真俗气。怎么了？不顺利？这刘之茂倚老卖老，根本容不得上梁。这桩机缘，强求不得了。哎，此地不是一律术法禁绝吗？咱们在这小镇里，都会遭到天道压制，修为越高，压制越强。但是能来此地之人，谁还没有点压箱底的本事？也是。刘之茂这种野修做的再出格，最多是遭到驱逐。不像我们，任务成败，关系到自家宗门的大气运。先前那股压力，刘之茂果然在小巷内施展了术法。刚才的话，他或许都听到了。就怕已经被刘之茂记恨上了。一旦离开小镇，没了圣人约束，天晓得他会做出什么过激举动。我实力不济，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来此寻觅机缘，不是来结怨的。与前辈交恶，终归不美。父兄所言甚是。顾参家的机缘是否已成定局，目前还不好说。不过，我有一事放不下心。先前蔡仙子断了那蝼蚁少年的长生桥，我担心会惹来麻烦，被人顺藤摸瓜，找到云霞山和你。父兄有所不知，在这里出生的男孩，过了9岁还没被买词人带离小镇，就意味着先天资质平庸。那个少年，凡夫俗子罢了。我们不提他了，那眼神想起来就恶心。这次小镇之行，我是真不甘心啊！回去怎么跟祖师爷们交代呢？蔡仙子放心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这眼皮怎么总跳呀？俗话说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你是哪只眼睛？啊！蔡仙子别生气，凡夫俗子的瞎讲究，当不得真。被骗了吧？好险，差点被他乱了心境，修为大退。乱我心境者，必杀之，以坚道心。南华，想到什么了？这么开心？
忽然想到蔡仙子曾说过，斩却心魔，正是机缘。县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曾用秘术给陈平安种下一心求死符，又暗中施法使他与蔡金简结仇，为的就是引诱陈平安以卵击石，好让蔡金简杀了他，切断他和那条泥鳅水龙的因果机缘。县长，那陈平安他非但没死，还杀了蔡金简。无碍，老夫还有后手。县长，既然灿儿已经拜师，不如就放过陈平安。住嘴！妇人之仁，你要是真有一副慈悲心肠，你我初见之时就不该有杀心念头。这个时候跟老夫装女菩萨，要不要脸？看来这边也开始了。过不了这关，以后修行路上你可就寸步难行了。臭不要脸的！前面有东西！你们滚开！不许欺负我娘！陈平安。娘，陈平安，你们别走！你还我娘，还我陈平安！小泥鳅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残忍到一朝封侯？难道就因为他和你在泥坪巷的过节，你就要杀他？你怎么杀人杀的如此心安理得？你知不知道，杀人要偿命的？我眼力很好，当时在泥坪巷，你看他的眼神，跟现在看我一模一样，你早就想杀他了。有点意思，真是有点意思。我稍稍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我虽然来不及救他，也无法杀你，但不做点什么，我老龙城的金字招牌就要砸了。方才见你制敌的手法、体魄远超常人，可惜你命不好，本有机会达到这么高的成就。不过，现在已经
可能了。反应不错，但也不过如此。小子，街头斗殴以快制敌，在我这儿可行不通。地窖精魄是我保命的后手，没想到竟会在你身上浪费3分。好强的天道压制！因为此地禁止我不杀你，但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是什么眼神？糟了！
是你是害我，我才还手的。你跟我讲道理，你配吗？你是不是一定要杀我？我对天发誓，日后绝不找你麻烦呢。难怪先生说世间成事者，超世之才不过其次，坚韧不拔之志，方为首要。陈平安，你替先生给我上了一课。可以了，齐先生。陈平安，你不妨先松开手，随我四处走走。有些事情我难辞其咎，必须给你个交代。跟紧我，不要走出10步之外。陈平安，你信不信？这世上有神仙精魅，妖魔鬼怪。信的。小时候，我娘常说些老故事，要我相信善恶有报。善恶有报之说有待商榷，因为对善恶的定义，每个人心中都不一样。齐先生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这座小镇乃是真龙埋骨地，气运鼎盛，在此出生的孩子，资质机缘远超外边的同龄人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精彩绝艳的天赋。先生，其实我想问，我爹娘到底是怎样的人？也罢，我就索性道破天机。小镇的新生儿都会被专人以独门秘术取一滴心头血，灌注于日后烧制的那支本命瓷当中。女孩本命瓷要烧6年，男孩的要烧9年。孩子的天赋犹如烧瓷，全看运气。这便催生了外界的仙家势力，耗费巨资压铸赌瓷。在我记忆里，你爹娘是温厚之人，你爹天资平平，不值得被买瓷人带离小镇。也许是命运所致，也许是买瓷人在你爹的本命瓷上动了手脚。总之，不但他命运多舛，也连累你娘和你一起受苦。再后来，他竟偶然知晓了本命瓷的秘密，一旦被人开窑带离小镇，就会一辈子沦为牵线木偶。于是，他便砸碎了你的本命瓷，那是一只瓷镇纸，买瓷人的震怒可想而知。我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逝者既然已逝，生者更当愤然而生。若要知晓你们的命运为何会被操纵，须知此方天地的渊源。3000年前，真龙陨落于此，4位圣人订立契约，规定每60年换一人坐镇此地，看顾真龙残余气数，以儒释道兵为主，其余仙家豪阀皆有机会来分润好处。既是好处，必生纷争，人本性异。
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些外乡人可以不在意别人的性命？那说书先生叫刘志茂，实乃旁门中人。蔡金简、福南华与你结怨，就是他在兴风作浪，还在你心头种下了这道一心求死符。这符咒能扰乱你的心智，极为歹毒。我作为此方天地的圣人，你就不责怪我为何不出手相助？我知道我爹娘是好人，就够了。阻止你杀福南华，并非我想与他背后的老龙城结善，恰恰相反。若我是你这般岁数，什么老龙城、刘志茂，早被我打得灰飞烟灭了。小镇崩塌在即，机缘之争势必愈演愈烈，还需教他遇事量力而行。陈平安，若是将来有陌生人掉进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不救？如果真的能做到，我想赌一下。记住，君子不救。君子。遇见不幸事，先有恻隐心，但君子并非迂腐，他可以救人，但绝对不会让自己身陷死地。先生，我现在还能活下去吗？如果能，还能活多久？你怕不怕吃大苦？不怕。那你就肯定能活下去，而且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齐先生，你真的能让一切都静止吗？这里可是离珠洞天，止静止不住通天能人。速速离去！齐先生，圣人不计小人过，晚辈即刻启程。只是这2代金睛铜像该如何处置？留在院中即可，30年内不许离开书简湖半步。齐先生的大恩大德，晚辈敏感无内，没齿难忘。你历经此劫，凭赤诚本心度过，是该补偿你一份机缘了。随我来。齐敬春能否向诸位先贤求一片怀业，让陈平安至少3年内不受天道反扑的灾厄？我坐镇此地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难道还不配一片祖荫怀业？何况这少年本就是小镇人士，诸位先贤何以如此吝啬？其实，陆道长说，只要我当了阮琼师傅的学徒，就有希望活下去。所以有没有怀业，没事的。真心话？哈，假的。陈平安，你可愿为姚家报恩，无论生死？但实不相瞒，哪怕没有这片怀业，
你也未必没有一线生机，所以你千万要想清楚。是龙窑姚师傅的窑子吗？只要我陈平安活一天，只要是跟你有关的姚姓人，哪怕救人必死，我陈平安必救之。这次是真心话？是。那么蔡金简和符南华就交由我处置了。如今你有了这片祖荫槐叶，就更不要看清生死，好好活下去，才是对你爹娘最大的回报。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更非仙家物件，放心收下。其实我与你一样，曾是陋巷少年，发奋苦读，历经磨难，才得以拜师。求学的那段时光，是我齐景春这辈子最开心的岁月。后来先生交给我这根簪子，算是一种期许和嘱托吧。可惜这么多年来，我做的一直不好。如果先生在世的话，会失望了。留在我这儿埋没了，不如转赠给你。更何况你并非无功不受禄。我这60年来一直有个心结解不开，可惜先生已逝，原以为这辈子都得不到答案了。是你帮我解了惑，所以我转赠给你，在情在理。我只能帮你求来一片槐叶，无法给你更多机缘了。先生已经做了很多了，记住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。简单收拾一下，明日我们就启程去书剑湖。小泥鳅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
天秀，原来你是龙啊！此行不亏，老夫收了个好徒弟，你就等着母凭子贵吧。海子大爹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灿儿一定会有大出息的。你们家有没有留下什么老物件？一并带上，即刻启程。爹不是留下个多宝阁吗？藏在柜子上吃灰的那个。带我去看看。你赢了，承让，好不容易才赢了宋兄一回。等下你就走了，咱们去喝一杯。先生，可以吧？去吧。好的，带我去准备一下。你为何故意输给他？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不好。听说先生也要离开这里了。1旬之内即走。那正好，我还能为先生送行。无需为我送行。宋继信，你以后到了小镇之外，切记不要太过张扬。这几本书你可以拿去，经常温习，怡情养性。先生像是在托孤，让我好不适应。无需多虑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去和赵瑶把酒话别吧。好嘞，那就劳烦先生收拾了。你好自为之。了结干净了。多亏有齐先生出手。话说回来，上次要不是齐先生出来捣浆糊，你以后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书简湖、云霞山、老龙城他们的3方围剿捕杀。别说是刘志茂，就算是福南华一根指头，都能碾得你魂飞魄散。我知道。知道个屁！那你知不知道，你拳头不硬的话，根本没人在乎你的对错。不管别人听不听，道理就是道理，对吧？对你个大头鬼！宁姑娘，这是齐先生送给我的，可以看，但是要小心啊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给你，君子。陈明远，滚出来！再不出来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见我！陈明远，你快出来！你大爷的！还记得你送我的那条小泥鳅吗？快进来！我本想把泥鳅还给你。可娘亲不让，还打我。那个说书老头把我灌到白碗里，然后那条泥鳅唰的就……泥鳅送你就是你的，想不想以后让你娘过上好日子？那就一定要留着那条泥鳅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2袋子钱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偷来的？还回去。救我！我娘说过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哎呦，陈平安，出息了，还拐了个婆娘回家。哎呀，他就这样，你别生气。这些东西你最好收下，万一这孩子修道有成，却因为今天道心不稳，反而会害了他。哎呦，头发长，见识也长，果然比智龟那小娘们靠谱。行了，古菜，走了。顾灿，千万记得小心你师傅。
放心，有小泥鳅在，那臭老头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照顾好你娘，别总让她担心。顾灿，顾灿，你有没有拿到一片槐叶？也不知道哪个挨钱刀的，给我塞了这么多烂叶子。一定要收好，最好连你娘都不要知道。为了你好，也为了她好。好。这下我就真的放心了。小泥鳅是你的，对不起，傻样。别打搅我，我们要去一个叫书简湖的地方。你以后要是娶不着媳妇儿，就来找我，我送你17、8个。老天爷挺小气的。莫愁前路无知己。多亏你。我有事。宋吉新，我知道镇子上那些流言，其实你若真介意自己的身世，我可以有些话，如果没想清楚，就闭嘴。外面有个傻子。我就说哪儿蹦出来个癞蛤蟆呀！少爷那不行，卢正淳你个龟孙儿，坏你也有好事。给我上，别让他跑了！大力跑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的眼睛！别让我抓到你！上！好啊，我让你跑！卢正淳，你给我等着瞧！下次学乖点儿，见爷爷我呀，记得先磕头。二位仙家，老朽这就下去吩咐下人焚香扫洒。有劳，袁前辈，此地术法禁绝，你我大可以念为镜，以团扇为赌，定一定这2份机缘的归属。徐夫人好算计，一入念境，老夫岂不是要强压2境？那袁前辈的意思是？老夫自压3境，陪你玩玩。起。
承让。一力降实惠，愿赌服输。夫人，保家我正阳山无意染指，但那剑经此次势在必得。老爷，二位少爷回来了，小声点，别惊动了贵客。你们可知一名叫刘宪阳的少年？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跟他买一副宝甲，还有一本剑经。就这事儿，仙家你是不知道，那刘宪阳见我们哥俩都得跪着走，我这就让他乖乖给仙家送来。你情我愿才叫机缘啊！仙家说的是，那个少年不知宝甲玄机，若我们外乡人唐突上门，会使他起疑心，难成买卖，因此才找上你们。这事若成了，你们兄弟二人必将平步青云。那位齐先生虽然有心帮你，但他现在处境不妙，怕他之后管不着你的生死。我宁瑶为人处事，滴水之恩也会涌泉相报。动一言，我就睚眦必报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自会答应帮你做一件事。但咱俩毕竟没那么深厚的情分，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2件事，就需要1袋金晶铜钱作为报酬。宁姑娘，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，救你的是陆道长。如果不是当时我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想着陆道长能再帮我爹娘做些什么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还是谈报酬的事吧。比如这袋迎春钱我就很喜欢，其他2袋样式不好看，注纹也不讨喜。这些铜钱还分不同的种类？那可不，这是压胜钱，庆贺上梁用的，这叫迎春钱。皇宫里每年都会用它悬挂桃符。至于这个供养钱嘛，城隍爷塑像拿在掌心里的就是它喽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不该趁火打劫的。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我报答你救命之恩一事，一定会偿还。但在这之前，你要好好的，别一不小心就死了。离开小镇后，我自会帮你解决后顾之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只会量力而行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些都送给你了。哎，陈平安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眼光不错，但是我可不会答应的。我宁瑶喜欢的男人，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大剑仙。管他是谁，在他的剑前都要给他低头让路。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喜欢你。啊，这么点喜欢也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宁姑娘，你放心，我真没有。陈平安，就算你以后侥幸娶了个媳妇儿，多半也是个缺心眼儿。鄙人教导不周，请仙家息怒，仙家息怒啊！臭丫头，打个赌呗！你要能说出池里有几条鱼，我就让娘饶他一命。好，赌就赌。1、2、3、4、5。袁爷爷，这怎么数啊？小姐勿忧，老奴自有办法。池中1条鱼也没有了。
我输了。啊！你们继续。小孩子的话算数啊！仙家息怒，息怒啊！替我们从刘宪阳手里买宝甲和剑晶，做得到吗？哎，有句诗说的什么来着？好物流离，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不愧是姚哥啊，学问顶呱呱。君子当坐如师，立如棋，礼从仪，始从俗。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，决贤友，别同义，明是非也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泥土挪窝成了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们告诉我爹娘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哎，怕是难喽。宁姑娘，不多睡会儿吗？睡够了，跟你走走。哦。刚才好险，那个关老爷看着挺和气的。这种人才可怕。人走在路边，看到蚂蚁，会踩上一脚吗？顾灿会，他经常拿水去浇蚂蚁窝。唉，宁姑娘的意思其实我懂。在你们这些外乡人眼中，我们都是蚂蚁。不过你们有的人就像顾灿这样，会觉得掌握蚂蚁的生死很有趣。但那位关老爷不一样，对吧？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捡了条命之后，脑子好像灵光了些。走啊，还打不打水了？哦。唉，下来下去都是死局一盘，无解。此言差矣。这是逆势而为啊，师兄，会犯大忌的。师兄，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！你究竟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这些年的清苦，对你也是一种历练。行了，收拾下行李，离开前跟我去趟廊桥，磕几个头。凭什么？当然凭本王是你小子的亲叔叔。大黎王朝武道第一人。
你也来了，是对呢。插什么队？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原来碰到个丧门星啊！帮个忙。哦，好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有些姑娘家的，总算是可以开脸饺面了。反正走起路来，双腿也没法子并了啊！这是大喜事儿啊！终于不用小姐身子丫鬟命了，能光明正大的被叫夫人了。没出息的贱女一批，害死了爹娘，还有脸活在世上。知道自己注定没本事娶媳妇儿，就舔着脸勾搭别人家的婢女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狗男女。干脆在一起好了。反正倪萍巷就是住垃圾贱种的地儿，以后生出来的孩子，说不准还能在倪萍巷称王称霸呢。你快看，让我说中了吧？啊，真是一对儿贱，啊不，3个贱人。老死的东西！我忍你很久了。媳妇儿，敢打我！以后再敢骂人，就把你这长舌妇的舌头拔出来。骂一次，我就用针扎你。挨仙道的小贱婢呀！啊，老天爷怎么不劈个雷下来啊？劈死你这个小浪蹄子！都让开！看什么看？乖孙子，别骂别骂。蝼蚁。哎，刚才别谢我骂人跟你没关系。我家少爷说他在书上看到，传闻每逢初春，就会有天庭正神身披金甲，擂鼓于云霄，辞旧迎新，震慑万邪，以报新春。你家少爷读书确实多。哎，刘先生，咱俩可以再商量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哟，卢大少爷，你硬气点，你好歹是个纨绔子弟，咋就那么喜欢给外人当狗腿？哎，我还告诉你，宝甲是我家祖传的，绝对不卖。刘县阳，咱没必要闹那么僵，150万怎么样？200贯，足够在福禄巷买下半栋宅子了。卢大少爷吃错药了吧？竟然笑着求人。嘿，都瞧瞧啊！堂堂卢正纯，卢家大少，被人攥住了脊梁骨，哎呀，搞得跟娘们儿似的，我真有点不适应啊！啊！刘县阳，我求求你了，刘县阳，你就卖给我吧！哎，求求我可没动手啊！你别想讹人。算了，我求你了，之前的事我给你认错，行不行？刘县阳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卖给我吧，卖我吧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在这这么整，算哪门子事儿啊？回去商量个公道价，才200贯，那帮贵人不嫌掉价吗？对，只要你肯松口就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师兄弟，够意思。拜阮师傅为师了吗？急啥？像我这种手脚利索又吃苦耐劳的学徒，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明儿个就去，今儿先糊弄一下这个卢真纯，等拜了师，一切都好说。你爷爷留给你的宝甲，你可别放家里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兄弟。啊，你怎么？
还是把它藏这儿了。哎，这手灯下黑，你说行不行？缺心眼儿吧你！这幅金桂挂月的镶嵌图案，别轻易贱卖了。哼，那玩意儿我打小就不喜欢。你知道这材料是什么？啊？那上面应该是石头碾碎了粘出来的图案，和这假上镶的一样。小溪里面多的是，我们这除了志龟，没谁带进这些石头。哎，真是住在金山银山的穷光蛋。这是蛇胆石，你说志龟喜欢？在你们小镇人眼中一文不值，但在外面价值连城。若真能得此宝甲，纵是舍命血战也是值得的。你们千万……宁姑娘，我去小溪抓几条鱼给你补补身子。啊，顺便摸几块石头。鄙人崔明皇，拜见大黎藩王。不愧是观湖书院的鹤壁郎啊，居然知道我的行踪。回头告诉国师，行事要有分寸。王爷此行接皇子回宫的事宜，我已经安排妥当。至于通关文书上，还用回宗人府档案上那个划掉的老名字？用回宋墓吧，小子，回家之后做该做的作业，尽该尽的本分，否则纵使本王也救不了你。听说一个叫陈平安的少年杀了云霞山的蔡金姐，还重伤了老龙城的符南华。齐先生出手干涉了。假仁假义，齐大圣人也不过如此。若不是身处此方天地，老子一只手就能锤杀你齐景春之流的三教神仙。宋长敬，武夫长国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只不过白龙鱼符，非是吉兆啊。志龟，你小子是不是宝溪窑口姚老头的徒弟，姓刘？回大人的话是我。当时大人去咱们龙窑开窑的时候，师傅让我给大人演示过几样活计呢。想不想去外边看看？比如投军入伍、上阵厮杀，我保证你只要熬得过10年，就能当上大官。到时候我亲自在京城给你摆酒庆功，如何？哎呀，谢过督造官大人厚爱，只是我已答应做阮师傅铁匠铺的学徒，实在不好反悔，还望大人不要……哎，大人不计什么来着？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无妨，等你哪天有机会走出小镇，可以去最近的丹阳山口找一个叫刘林熙的武人，说是京城宋长敬推荐你来此投军。他若不信，你就说，你刘林熙还欠他宋长敬3万颗大隋边旗的头颅。人家大隋皇子赶来这座位于敌国腹地的小镇，你呢，自家国土上都不敢信步而行。志贵，去买身好衣裳，咱们以后不用攒钱了。哎，志贵，宋吉星跟督造官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窝囊废！怎么了？不过是认识个管烧瓷的官老爷，了不起啊！保证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。哼哼，可惜窝囊废就只有一肚子窝囊气。王珠，有本事你再说一遍！王珠，脱离此处樊笼后，不可跋扈自虽。这并非是危险，而是离别之际，我善意的提醒。善意？你们这些满嘴道义的修行人真是可笑！困了我3000多年，沃土变荒地，真龙变孽畜，现在又要求孽畜与人为善，这是天大的笑话！齐先生，你一个自身不保之人，又能奈我何？我知道你有无尽的怨恨，我也并非容不得异类，但泛滥施行的慈悲之举，从来不是真正的三教教义。
60年菩提梵音，60年道德福禄，60年浩然正气，60年名家剑气，整整3000年，永无宁日。可惜你们所谓的大义，看得到切得到，就是找不到，根本就是你们哄骗蝼蚁的。你听不懂道理无妨，但最起码要懂得知恩图报。雪中送炭的温暖，哪怕时日再久，都不应忘却。当年在你最虚弱之时，不得不低头俯首，主动与人缔结契约，是陈平安救了你，而你却一点点蚕食掉他仅剩的技术。你不顾恩德，还忘恩负义。饿了就找东西吃，天经地义。陈平安命中注定没有机缘，早死早投胎，对他也是件好事。住口！人生各有命数缘法，其实你可以一言断之。这一线生机是圣人们恩赐你的，别说镇压你3000年，3万年又有何难？他的恩赐，我不稀罕。不对陈平安回报恩情，至少不该看他任人宰割。他那条贱命什么时候变金贵了？为了利益手足相残，为了活命一子而食，为了达到机关算尽，死去的人何止千万！放我出去！放肆！给我站住！3次围压，是要你礼敬天地、苍生、大道。我教礼仪，旨在为万物苍生谋取另一种自由。只要你不逾矩，不为质，恪守礼节，自是天大地大，何处去不得？先生今日的教诲，奴婢记下了。但是，就算我对陈平安忘恩负义，这些年先生对他不也是袖手旁观吗？为何只对赵瑶公子和我家少爷亲眼相加，对于身世贫苦的陈平安不过尔尔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位姑娘，我只是想去溪里捡石头。
厉害的，厉害的。你想要这些鱼？嗯。这3条鱼都送给你好了。谢谢。但是接下来抓的鱼，我要熬汤给朋友补身体，不能再送给你了。和你换呢？不能换。糕点好吃，但不如鱼汤养人。不知道够不够凑一碟青椒炒鱼。他就是那位少年。春儿围腿！哎，你小子真狠！哼，咱以后就是阮师傅的半个开山大弟子了。太好了！哎呀，要是没有那个条件，就完美了。什么？阮师傅说了，绝不允许我跨过廊桥半步，否则就打断我的腿。嘘，姓宋的搞什么幺蛾子啊？好儿子，乖儿子，这爹爹我心这么大力。宋吉星身边那个男人不简单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。哎，怕什么？小心惹祸上身。如果本王没有记错，你们小镇3000年来，不管发生多大的洪水，都未能没过那绣剑条的剑尖。这把剑很不一般，它被圣人用来镇压铁索井出口，只为防止潭底龙气涣散破坏。也正因为有着龙气滋养，小镇3000年来才能机缘不断。天底下最后那条真龙，到底有没有死？3000年前那场屠龙之战，死了不少炼气师，就连三教圣人和百家宗师，也多有陨落。我虽然不知数千年前圣人初衷和谋划，但我猜得出，那条真龙绝不简单。说对一半，真龙虽死，然气运犹存。至于他现在的真实身份和象征意义，不简单3个字，绝对承载不起。真龙成骨后，龙珠却仍旧能活数千年，那龙珠岂不是黄珠？竟然是之鬼！总之，牢牢记住，大黎所有谋划心血，皆为风生水起。以后到了京城气量大些，时刻保持谨言慎行。还有，更要去提防一个人。提防一个人？国师绣虎。我大黎能够在短短的50年之中，破江至140郡1500场，有此人一半的功劳。那另一半的功劳？小子，你猜的没错，另一半就在这里。启禀国师，宋长靖已见过宋吉星，三教一家也将要驱走压圣者，离诸洞天，坍塌在即。齐静春仍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大势之下，逆势必亡矣。
爷，你为什么不收陈平安为徒啊？哎呀，那娃儿性情挺好，但是根骨太差了。就算爹收下，他也会被其他师弟们拉开距离。那万一到时候又多出个柳师兄来，何必？再者，这个少年过于平凡，教也白教。哎，普通人哪里不好了？不收就不收，他的鱼你也别吃了。嗯。你私下里跟他认识了？人家作业里好心送的呢。作业？哎，还认啥了？爹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孩子就像鱼饵，爹不希望你误打误撞毁了幕后人的谋划，从而招来祸端。你以后跟那孩子别走得太近啊！你吃成个胖丢，看谁敢娶你！哎呀，看我这嘴！哎，行，吃吧啊，吃吧。好。啊，你不是书院的李宝平吗？怎么不在学处读书啊？哎呀，你可别告诉齐先生，我这就回去。哪去了？哎，别跑！哎，你回来了，这套拳法还可以，你就练这个吧。怎么说也能强身健体。宁姑娘，不用谢我。可是这拳谱，你要是想表示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本拳谱以后是要还给顾灿的，所以不管这本书上写了什么，希望宁姑娘看过之后自己知道就好。啊，你当我稀罕你这破拳谱啊？欲为之道，持有必兵，苍龙抚慰，白虎于行。今晚三教修士取走压胜之物，虽说已获得大理的许可，名正言顺，可咱们真的要如此无视齐先生，连招呼都不打吗？贺师姐，事情确实有些不近人情，但咱们也无法违抗师祖们的旨意。这离珠洞天终究躲不过破碎之劫。罢了，云转太虚，浩劫之初，诈侠诈耳，破尘破夫。哼，这么急着拿走压胜之物，
简直是在催百姓早下黄泉。这就是满口道义的圣人做派，恶心！你们也配指责我？几千年了，你们子孙从我这里获得的机缘数不胜数，我以前没计较，现在还我一分利息，这账就算消了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卢李赵宋，你们4大姓，每家最少掉3片槐叶，少1片，我王珠跟你们没完。姓宋的，大黎王朝跟你们姓，最大的功臣是谁啊？信不信我一出去，就让大黎改姓？姓曹的，曹熙这个兔崽子是怎么当上一国真君的？还用说吗？姓谢的，当初要不是我，谢氏他早就被洪水冲走了。1片槐叶，1份机缘，你们不多给我1片，说得过去吗？其他家族都死绝了，你们自己看看，小镇就快要崩塌了。那些肉眼凡胎的百姓却什么都觉察不到，还有那些狗屁圣人教导别人规矩，自己恶人祸因，早晚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。离家以后要好好的。想好了再说话，道歉的机会可只有1次。宁姑娘，我想练拳保命，但自认不全，希望你教我。你就不怕我据为己有？我宁瑶一只手能打100个你，你还担心我觊觎你这本烂拳谱？一只手打100个陈平安，嘿，这个说法不错哎。以后见到谁谁谁切磋之后，如果败于我手下，就撂下一句：你才3000个陈平安的实力，也敢与我一战？遇见一条洪荒凶兽，就告诉自己，这条孽畜相当于3万个陈平安，快跑！可以可以。这拳法名叫撼山，你可以称这本书为《撼山谱》。看皮肤一生搬山入水，悟此拳法，众生死神意。观天下武学，必积一席之地。望有缘人将其发扬光大。宁姑娘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？滚！真念滚！此拳物自于大力关羽，拳是滚走之势，拳刚如泼墨大雨。听上去这拳法很威猛啊！那也要看境界高低。听好了，天下武学分9境，当然有人也说，其实9境之上还有第10境。武道9境分炼体、炼气和炼神，各有3层境界，步步登顶，一步差不得，更错不得。炼体3境界。第1层，泥胚境，自身如一尊泥菩萨，气沉丹田，不动如山，算是在武道一道正式入门。第2层，木胎境，由粗入细，拓宽经脉，一达开山，大凹骨骼，滴水穿石。第3层，水银境，血液浓稠如水银，重量却更加轻盈。气血凝聚合一。第4层，阴魂境。第5层，玄魄境。第6层，无胆境。第7层，金身境。
第8层羽化境，第9层山巅境，能够全裂城墙，掌劈大江，一身雄浑刚气，百邪不侵，千钧辟翼。先生，雷音塔、天师印、小建筑，这世道兵3家的压胜之物已被取走，我也会取走咱们教的山岳玉牌。这小镇怕是时日无多了。先生，可想继承某人遗愿，继续为万世开太平？容我考虑考虑。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对这孩子来说太大了些。安心在平，立身在正，又太虚了。你这个练法，别说第9境了，第1境也到不了。宁姑娘，您放心，我听齐先生说过，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我想习武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练拳几万次不行，那就几10万次、100万次。哦，你说的，练100万次哦。大丈夫，说到做到。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。拳走人动，脚离地，如汤烂泥，势如大雪击西，缓缓而行。宁姑娘，这是啥？学拳之前需做3件事：站桩、走桩和睡桩。睡桩讲究窍穴积淀和气息流转。先不说它便是，站桩、走桩无需考虑天赋根骨。你如果长久坚持下去，强健体魄和延年益寿不是没有可能。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走桩，看仔细了。你是走桩还是打鼓啊？老母鸡都比你这个废物走得好。
这玩意儿怎么教啊？我生下来就是世间第一等的剑仙之体，这些基础打娘胎里就应该会。陈平安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习武亦是如此，练拳几万下出不来味道，那就几十万、100万。宁姑娘，在溪水里练习走桩，是不是也行？当然，急息练气，再挤腰，最后挤挤。哎，你练拳拿鱼篓干什么？顺便摸石头。以后不叫你财迷，叫你陈石头好了。就先练100万次。世上怎么会有陈平安这样毫无悟性、天资还如此糟糕的笨蛋？哎，他不会真傻到会练100万次拳吧？我是不是给他挖了一个天大的坑啊？此地灵气流溢极其旺盛，我要在此淬炼心境，你们看护好我。遵命，小姐。竟敢坏我心境，杀！蛇胆石怎么变少了？色泽也淡了。每天坚持5到6个时辰，100万次的话，需要10年。10年就10年，跟宁姑娘约好了，不能反悔。哎，厉害的，在哪儿啊？不知道你发现没，溪水下降了很多。你这筐里的石头是留不住那股气的，实质很快就会变。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未必。哦。哎，你在练拳啊？比试比试啊！原来你也不傻嘛，跟我差不多，是一路人。
是你！你的事办完了。不得全真意，100年门外汉；一悟全真意，10年打鬼神。你的拳难看，却有拳意，勤加练习之后，可能是个不错的拳师。将来的事可说不准啊。为何坏那女子的水观心境？你可知此事一旦做了，一辈子都是生死大敌。大道艰辛，这点磨难都经不起，趁早放弃啊！你还不是我兵家弟子，就敢大言凿凿？你还不是我师傅呢，凭什么用师傅的口气训我？哎，好吧，以后如果我遇到这种破镜机缘，就去告诉那女子一声，让她也来坏我好事，就当做因果报应吧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事事以自己之力衡量众人，总有一天会遇到心气不好的强手，到时候一拳打断你的长生桥，你又如何自处？认命呗。马苦玄，不管你如何桀骜，终有一点需谨记于心：修一剑破万法，修一剑顺人心，修一剑求无敌。但是绝不许滥杀，亦不可欺辱俗人，更不可因为嫉妒故意给同道中人下绊子。你想多了，小镇这些家伙成就再高，将来也无非是我一块垫脚石而已。嫉妒，呵呵，我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。咱们兵家压胜之物已取回，你跟我回真武山修行吧。关于马苦玄，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们那个小师叔，若真想要收这孩子做开山弟子，就自己来；不服气，就来真武山找我。无非是让我们小师叔多跑一趟，何苦呢？我对长生他倒没兴趣。哎，你们谁能教我杀人呢？我兵家剑修，自古天下杀力第一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哼，你是西服之人，可惜你我缘浅，做不成道友。你也知道了这些石子的妙用。有位算命的道长提醒过我，常来小溪捡石头、抓鱼。啊，你也认识我们那位陆小师叔？陆小师叔，严格来说并非与我们同宗，只不过陆道长多年前造访我们宗门，与我们一位师叔平辈相交，待了好些年。小鹿，我们这些晚辈与他相熟，自然也就习惯以小师叔相称了。那以后见到陆道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送给他？哇，只要见到陆小师叔，我定帮你转送。谢谢，这块送给你。仙子姐姐，这石头好漂亮啊！你叫李宝平吧？谢谢你带我们找到了马苦玄。若是你想要这石头，就送你吧。好啊，我送你，你挑吧。那我挑块好看的。我走了。师姐，那陈平安和马苦玄简直是云泥之别，你为何还要与他结善缘？顺其自然而已。
这不是风雷园的刘霸乔吗？为何偷窥我师姐？断我赏景的雅兴，还怪起我来了！嗨，你是神告宗的高觉福吧？他想必就是无数修道中人神往的道侣，贺仙子了。嗨，实不相瞒，我心心念念的道侣只有苏仙子一人。你说的苏仙子，可是正阳山的苏驾？正是。怪了，风雷园和正阳山不是世仇吗？什么时候可以谈婚论嫁了？待我在小镇夺得剑经，再收了正阳山，看谁还敢阻拦苏仙子上我的花轿。苏家也是这样想的。小镇是在这边吧？还真是不好找啊。夫人，刘仙阳那小子太狡猾了，居然拜了阮琼为师，还给他立了规矩，不许他越过廊桥。这买保甲一事，这娘，还留着这个废物干什么？打死算了。哎呀，默契默契，保甲早晚都是你的，只不过现在需要一个良机。狗屁良机！管他什么硬穷软穷的，直接把姓刘的抓来，一顿板子，我不信他不卖。夫人，风雷园，正阳山的世仇风雷园，他们也来了，真是天赐良机呀！不管风雷园来的是谁，只要让他和正阳山的人对上，定会闹个天翻地覆。儿啊，娘保证这2天就把保甲交到你手上。985，986。997，998。刘仙阳，廊桥那有一个俊俏的女子找你。哎，师傅，1000次了啊！我去趟茅房。哎呀，就算师傅发现我偷跑，只要不过廊桥，肯定没事儿。爹，没看见刘仙阳跑了吗？为啥不管？是不是看见的事情都要管？那爹第一个要管的，就是没收了这盘红烧肉。爹爹要是不讲道理，我以后天天吃，敞开了吃。哎呀，打铁锻造最忌讳虚头巴脑。刘仙阳就像这把剑条，是块好料不假，可惜缺乏千锤百炼的磨砺和耐性，只能落得个一击就碎的后果。齐先生，陈平安。拿着，不是白送给你的，是我有事相求。好。以后如果山崖书院有难，希望你力所能及的帮上一帮。切记之前跟你说过的“君子不救”，那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并非在试探人心。先生，这个我不敢保证。以后山崖书院若真有大困局，
你心生悔意也无需愧疚，不用刻意为之。但陈平安，即使我这样说，你也不会这样做吧？有个长得俊俏的女子想要见我，那肯定是智亏了。难道她终于想通了，想要跟我私定终身？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我劝夫人不必再开口了，保甲不卖。别着急拒绝，容我跟你说清楚利害关系，再做决定。哼，真没劲。卢正淳虽然品性低劣，但是希望你不要为难他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。好啊，还有一事，我只说与你一人听，我要杀了陈平安。切莫跨过廊桥半步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打死你！给我朝脸上打！一群小娘们儿，打人都没力气，都给我起开！没吃饱吗？你个孬种！呸！卢正淳打死人了！这都是谁家的孩子？哎，小孩，别打了！吓死！连你一起收拾！呸！你没事吧？你叫陈平安是吧？本大爷的事要你插手！啊！你为什么打我？刚才要不是你吆喝那一嗓子，引来那么多人，我早就打得卢正淳那孙子管我叫爹了。刚才你都快被他打死了。放屁！本大爷能被他打死？你那什么眼神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大人的事，小孩少掺和。我今天非把你打哭出来不可！嘿！打我也不哭。行啊，挺硬气啊！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直到你哭出来为止。哼，给我等着！站住！我就不信打不哭你！别跑！站住！臭小子，还真是条泥鳅！来，站住！去，老实看着，别乱叫。这次一定打你个头破血流。
怂包，没爹娘有什么好哭的？本大爷和你一样，我哭过吗？扫门星，扫门星，扫门星，没爹娘，扫门星，没爹娘，你干什么你？快跑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跑！丧门星，每次见你真倒霉。我打不过你，但你也别想让我哭出来。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这个能治？谢了。快跑！别跑！阮师傅的话你一定要听，不要跨过廊桥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想过以后要离开小镇吗？出门总得有钱吧。而且我走了，房子万一垮了怎么办？还有我爹娘的坟，也得常去拔杂草。你看，你怎么总是想这么多呀？难怪宋吉新说你是鬼打墙的命，一辈子走不出这屁大点的地方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，我还要去看天一样高的山，去看最广阔的河。总之呢，我刘宪阳绝对不会这辈子都待在这里等死，所以麻烦你件事儿，你一会儿去我家，有个姓许的贵夫人会去找你，你呀什么都别说，只管把我藏宝甲的箱子交给她，她会给你一袋子钱，你可记得当面点清，25枚铜钱，可不许少了1枚啊！你疯了？你不是说不卖吗？哎呀，你懂个屁！大好前程摆在老子面前，为啥要白白错过呀？我爷爷临终前说过，实在没办法，宝甲能卖，但是剑经死也不卖。那对长得像猴一样的主仆想要剑经，所以啊，我把宝甲卖给贵夫人，是因为她答应帮我说服他们不要找我麻烦，就一个拖字诀。那你为啥不拖着那位夫人了？我觉得不坏，就当破财免灾了。不再想想？你大爷的！哎，我卖的是你家传家宝，还是你媳妇儿啊？啊！别！喂，你大爷的！哎，给我留一颗，别都吃了。哎，这2袋钱，许氏一袋，胡牧阳的主仆一袋。我希望宁姑娘能保护刘宪阳。你说过，想要托你办事，需要用金铜钱作为报酬。真是烂好人，难怪穷的叮当响。别介意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。钱的事再说，但刘宪阳会不会受到什么威胁，不得已才将宝甲卖出去？
不会，他绝对不是低头认输的人，除非真的像他说的，万不得已时，保甲可卖，但剑经一定要留着。那猴子甲品相是不俗，但也算不得稀世奇珍。倒是那剑经，能让正阳山觊觎许久，肯定另有玄机。所以，卖保甲留剑经，也是说得通的。来，别瞎琢磨了，走，我陪你去他家。进去啊！一会儿交易，咱们见机行事。大不了再把东西抢回来。哎呀，白来一趟。这人就是传说中的喝比郎，下任关湖书院山主的不二人选。嗨，崔兄，巴乔，这两位朋友是？啊，这家伙呀，是大雍王朝龙尾郡的陈氏子弟，陈松风，不好酒色，好实验，所以想来这儿碰点宝贝。志趣高雅，钦佩。至于这位，松风的远房亲戚罢了，比起我那苏家仙子，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我，这位是陈队，陈姑娘，不是咱们宝平州人士。见过陈姑娘。哎，给我透个底儿，此方天地是不是马上要塌了？山崖书院的齐先生，真敢逆天行事？你可知，正阳山也来人，而且是主仆二人。别是苏仙子，千万别是。他看我一眼，我骨头都要酥了，我哪里舍得出剑呢？放心，是正阳山的搬山员，带着纯阳剑祖陶魁的宝贝孙女。啊，搬山员？那我还怕一头老畜生不成？咱们风雷园唯独不送那正阳山。风雷园和正阳山本是同根同源的剑道正宗，为何就不能解开死结？他们正阳山有位老祖自不量力，挑战我风雷园园主，如今尸首的头颅上还插着我们的剑，他们有什么叫板的权利？这种话，你以后到了风雷园，千万别问半个字。听说风雷园的人也来了，这下有热闹可看了。听说是书剑天才，心心念念着正阳山的苏仙子，叫什么刘灞桥。哎，你说那正阳山老祖的尸首，可还给钉在风雷园呢。这些年，正阳山没一个能带走尸首的，奇耻大辱！哎，我还听说啊，那刘宪阳已经把剑经卖给风雷园了。哎，你刚才说刘宪阳卖了剑经？哎，平兄弟，我们知道阮师傅不让刘大哥回家，这才托你来交易。你是刘大哥最好的兄弟，得为刘大哥的将来着想，是吧？我们夫人答应刘大哥的一分不会少，其余条件也会一一兑现。只要他刘宪阳不违背爹定下的规矩，不擅自跨过廊桥，爹保他没事。哥哥，那边有个老怪物，听说你要卖宝甲，特地失了风。
正要赶去你家宅子，先杀陈平安，再杀你了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不是说好保我周全吗？快点搬！好。来，按你和刘仙阳的约定，之后不会再有人找他麻烦吗？哎，这里可是离珠洞天。刘宪阳真的很把你当朋友啊！再不吃就来不及了。这里可是离珠洞天啊！机缘之争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。陈平安，陈平安怎样了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爹，你就眼睁睁看着。我哪知道堂堂正阳山这么不讲规矩？你不管，我管。你是想让你爹给你收尸？阮秀不是只会吃一件屎，也会杀人。真的呀，这是。没事的，就是被那老畜生打了2拳，打的老子皮有点疼。那婆娘说不交保甲，他就杀你。放松啊！我怕他真的动手。放松。爷爷说了，保甲能卖。本以为事就这么了了，可他儿子刚才找我说那个老畜生疯了，执意先杀你。我跑到桥边一看，以为你出事儿了，就急了。白夜用于他人，受效甚微呀。我不后悔，你也别怪自己。真的，我就是有点怕。原来我也是怕死的。不怕，没事的。你别说了，我带你回家。我真的很怕死。
李弘见过袁前辈。嗯。小姐，你安心在这里休息，老奴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哼！前辈放心，我们李氏定保桃子小姐安然无恙。竹鹿，你负责贴身看护陶小姐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此次正阳山欠你们一个人情，那我等就不打扰了。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此次小镇之行，多半是清风城许氏做的局。他利用风雷园与正阳山的矛盾，两头散布消息。这个坑，老奴纵然有所察觉，也无法不挑。就为了一部剑经吗？内部剑经的传承方式极为特殊，无法言传，只将一道流转不定的剑意存于子孙体内，代代继承，直到天资卓绝的子孙出现。而内部剑经的作者，就是一位叛出正阳山的孽徒。这孽徒为寻求剑道巅峰，竟然投靠了风雷园，而这剑经便融合了两家剑道之大成。一旦剑经传承者被哪一方得到，那么两家的术道之争，鹿死谁手，就该落幕了。所以真正的剑经，就是刘宪阳。袁爷爷是为了他不被风雷园抢到，才出的手。整整300春秋，代代正阳山人都蒙受着奇耻大辱，一日不夺回老祖尸首，便一日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那你为何不干脆一拳打死刘宪阳？万一有人救了他，那我们正阳山怎么办？打死了就要被这里的圣人驱逐喽。唉，等我彻底了结此事，便搬了那座最大的披云山送给小姐。小姐可要好好想想，将来在这山里养些什么。袁爷爷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阮氏啊，这伤太重了，实在是强人所难呐。庸医，那就把你家后院的杨老头叫来。不得无礼。杨掌柜，再试试看。再试试看。孩子，回天乏术啊！求你了。唉，我去就回。老天爷不给公道，我自己去要。元兄，相信爹，你掺和进去，只会害了陈平安。现在小镇危机四伏，宜静不宜动。陈平安，陈平安，我叫阮秀，我爹是阮琼。我爹这个人死要面子，其实心里很想收刘贤阳这个徒弟，可开宗立派是大事，所以暂时让刘贤阳打铁做伙。我爹他不是见死不救。我没有怪你爹，只是生气为什么刘宪阳出事的时候没有人阻拦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我还是很生气。这是人之常情。你不会现在就要去找正阳山的人报仇吧？别那么鲁莽，齐先生一定会惩罚他的。所以，阮姑娘，你说的惩罚，是凶手被赶出小镇的。如今齐先生处境比较困难，
小镇极有可能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好是坏说不准。所以，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会傻乎乎的和那些神仙拼命的。还你。说好了护刘宪阳周全，是我没做到，我宁瑶对不起你和刘宪阳。宁姑娘，钱你留着好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小时候被牛尾巴打过吧？了不起啊！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搬山员报仇？我去对付他。宁姑娘，如果你有信心帮刘宪阳报仇，就绝对不会将2袋子钱还给我，对吧？宁姑娘，你跟我们只是做笔生意买卖，这种天灾人祸谁也不想，哪能让你赔上性命？相信我，刘宪阳也一定不愿意你这样的。我宁瑶行走天下以来，就没有见到坎就绕过去的时候，这里也是。能不能给我半天时间，让我先找3个人，之后你再帮我？可以，除了齐静春，还有2个是谁？宁姑娘，你就别问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家乡独有的压群刀，每个女子都会有，但这刀是借给你，不是送给你。哎，用双手，懂点礼数好不好？哦。那老贼皮糙肉厚，就是寻常仙家兵器都未必能伤他分毫。你那几片碎瓷，屁事不顶用。宁姑娘，都要拿刀砍人了，还不许爆几句粗口吗？这次真的会死人的。我见过的死人，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。一会儿贴搜警戒。死就死，我不怕。稀客呀，可惜我家公子不在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哦，我一个小丫鬟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帮不了大忙。刘宪阳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杨家药铺的掌柜去看了，也没辙。那你是想托关系替他找块风水宝地下葬啊？王珠，那年大雪天，我在我家门口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。我用掉一片槐叶，只能勉强吊住他一口气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多余的槐叶？我怎么会有槐叶？陈平安，你可不能强人所难，挟恩图报啊！真没有。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你可以说说条件。反正我没有。我知道了。臭货！好不容易到手的槐叶，就这么被你浪费掉了。不如和刘宪阳一起去死，走死走超生。运气好的话，下辈子继续做难兄难弟吧，总好过那些连来生都没有的可怜虫。有点撑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这5头小畜生，以后若是胆敢赖账，看我不把你们扒皮抽筋一锅炖！齐先生昨天便与3位外乡客人同去深山探幽寻奇了，来回最少要3天。那打扰了。哎，对了，齐先生交代过，说夫人与水井的道理，他早与你说了。不管他今日在与不在，结局都不会改变。
宋大人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求求你救救刘宪阳，哪怕不救，能不能还他个公道？哼，我是很厉害，不过我一生只会杀人，从未救人。再者，凭什么为了你坏了这里的大规矩？就为了3代子前叫我大黎王朝跟正阳山交恶，传出去会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宋大人，你如何才肯出手？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请先说说条件。陈平安，我不是故意刁难你。其实刘宪阳早就深陷死局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连最不该得到祖印福报的你，都有了一片怀疑？而刘宪阳天赋根骨那么好，竟一片都没有。打扰宋大人了。2件事：一，绑架老杨护着的小丫头；二，砍倒那棵老槐树。你做成1件，我帮你重伤老袁；做成2件，我就替你杀了他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去做？如果他做了，就不是陈平安。本王看出来了，他才是你真正的心结所在。带着心结离开小镇，不利于你将来的修行。所以我跟他随意说了2个条件，就要你亲眼看看，一个单纯少年是如何变得戾气俗气纠缠一身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跟这种人怄气，很没有意思。以后你见到的人越多，就越会发现，什么善恶有报、快意恩仇，什么才子佳人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都是废物们的臆想。归根结底，你自己拳头得硬。靠本王，靠你父母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帝王之家何尝不是生死自负？怎么样？宁姑娘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有妇人掉入这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还是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键毁治。按刚才说的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各自小心。杨老先生出大事了，死了最好，死了路就走宽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老再不出手，那对妇女就把咱们药铺都给拆了。今天药铺打烊吧。哎，杨老，哎呀。出事了，你们李家都要完蛋！
你腿子了，等袁爷爷回来，绝不会放过你。雕虎离山看不懂啊！李红，出来！袁前辈息怒。袁爷爷，李家好像全是废物啊！你怎么敢把我托付给他们呢？小姐，是老奴错了。这确实是我李家的过失，不容推脱。不过，那刺客少年多半不是修行中人。算了，那人倒也不像是来杀我的，至少今天不是。我们一定加倍人手，绝不会再出半点差池。那少年是不是身材消瘦，破衣烂衫，穿双草鞋？正是。原来是他。一个泥平巷的少年，敢跑这儿示威挑衅。李红，护卫这里的人手已经北杂。我这就去请本家老祖宗出山，亲自为陶小姐担任贴身护从。这背后是风雷园借机寻衅，还是宋长敬的谋划？也好，先杀了泥平巷的那个过河族，再灭了风雷园派来的小杂种。小姐，这次不会再有意外了。该不会单纯是为了报仇吧？也说得通，不是修行中人，反而不怕死。一条贱命而已，亮里也没胆量坐以待毙。就一个问题，你想怎么死？
老畜生抓不住小泥鳅，运气有点背啊。你当真不会出手？当然。我很好奇，那泥腿子少年能把千岁老猿怎么样？不可否认，你着实给老夫许多惊喜。计算人心，发挥地利，最重要的是胆子还不小。老畜生，王八蛋！你以为保持在10步之外就安全吗？他的力量增强了。诸如老袁这类强者，虽然可以通过换气暂时强行提升战力，但外来人在小镇会受到天道压制，修为越高，压制越重。那千年老袁用神仙手段强行换气，便是作弊。那后果呢？轻则折寿数十年，重则千年道行毁于一旦。比老夫换气折寿，天道压制的还真是有点厉害。真是条泥鳅。本王现在有点理解你了。谁摊上这么个对手都难受。果然有后手，还不是一般人。有意思了，我要看看那少年还有没有本事让老畜生再换一口气。幸好穿了碎刺甲，不然刚才那一下我就命丧当场了。穿了护身甲也得死。现在身体伤得不轻，接下来需要再谨慎一些。像泥鳅入海，没那么简单。趁着老袁无暇他顾，我不如跟上去，找准时机击出本命飞剑，斩下他的头颅。山雾。
天道压制，还真让老夫找回了一丝浴血奋战的快意。我拖不了太久，叶姑娘，靠你了。你选的路离山远，离死近。呸！风雷园的杂碎，还想搞偷袭？老畜生！呸！小姐，老奴来了。袭击李家大宅，是声东击西之计，方便我们将战场转移至山里，比老袁多换几口气。而且运气好的话，那个人说不定会出手帮忙。他要是不出手呢？不重要，毕竟我也没有履行约定。但是多一些变数，对我们有利。看着老实，怎么这么精明？本王改主意了，这老袁也太不把我这个督造官放在眼里了，任由他闹下去，莫说是宋长敬3个字，怕是连我的风雅绰号都要蒙尘了啊！风雅绰号，等你出去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这大晚上的不让人睡觉了？都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半夜塌房子的呀！快看快看，那个傻子头上有把剑！哎呀，本大爷真是命大！哎，老娘睡个觉都不得安生。孩子他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嘿，你个孬种，我也真是瞎了眼了。哎，大姐，求求你就别嚎了，瘆得慌。金子，哎，哦，不是，不过比金子值钱多了。去，滚一边去！比金子值钱，当老娘没见过世面呢？你算老几？
也不在井口照照自己那身行头，就敢来跟老娘装大爷！我家男人还没死呢！娘，出了事你就知道装死你！哎，大姐，算你狠！你起不起来？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说话呀你！你这窝囊废！娘，就知道装傻！娘，你别生气了。娘，姑奶奶叫你呢。都说大理宋长靖有3大嗜好：筑京关、杀天才、战神仙。看来所言不虚呀！接不接得住这一拳？桃子小姐，小姐，别过来！这3拳，点到为止，剩下的等出去后再打。哈哈哈！到时候你最好能打赢我，否则你大理南方边军会不太好受。如你所愿。袁爷爷，你家全是废物，被个飞贼吓得鸡飞狗跳。那个纵火的刺客，定是少年的内应，只为了将前辈引开。哼，那小子必须死。陈平安，这边。真能把老袁往山上骗？尽力了。敢这么玩，老袁没打死，算你走运。老袁确实厉害，只换了2口气。如果你出手再晚点，我估计就悬了。你才知道。宁姑娘，你转过身去，我要往后背敷点药。还让人转过去，你这不穿着衣服吗？是不想让宁姑娘看到血污。切，你不也给我包扎过吗？很疼吗？这算什么？逞什么强嘛！
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宁姑娘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在小镇外有座龙脊山，那里全是这种石头。以前我砍柴啊，都会先去拿柴刀磨一磨。你用这个磨柴刀？对啊，每次磨完之后，柴刀都锃亮锃亮的，可锋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叫斩龙台，价值连城，这可是世间最好的磨剑石。啊？刚好能劈成2块。要是逃过这一劫，这宝贝你我一人一半。想要的话，宁姑娘就全拿去吧。陈平安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图谋不轨？心想着以后把我变成你媳妇儿，那所有东西还不都是你的了？哦，你小子这算盘打得真响啊！哎呀，宁姑娘，我哪敢啊！这么一点敢都没有？那倒是。嘘，老袁入山了。宁姑娘，我还有一个计划。去李家放火的人，就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小姑娘，我知道你不简单，但你我之间有何恩怨？莫非你家族师门跟正阳山有过节？废话真多。刀也练，剑也学，非驴非马，不伦不类。木豪而惯，见识浅薄。哈哈哈哈，嘴皮子倒是挺厉害。此间不同寻常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机会给过你了，之后你若被老夫击杀，我正阳山可不会为此认错。放手厮杀便是。那就随你去吧。竟能在此御使飞剑，你与那齐静春、阮琼究竟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怕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跟宋长庆打得不爽，接下来就陪你好好耍一耍，看看你这俊俏皮肉，经得起老夫几下重锤。
是我们现在的位置。顺着这条小溪一直往下，就到了清流背。宁姑娘，你能不能把老袁引到这儿来？你想将老袁引入水中？对，这里的溪水看着平静，但水底下到处都是淤泥。老袁根骨极重，等他深陷淤泥，我们前后夹击，逼他再缓一口气。好，我会拖住他，给你争取足够的时间。但你的这些破铜烂铁是伤不到老袁的，除非……这样呢？说不定到时候我已经提着老袁的头去找你了。别逞强，要小心。喂，站在你面前的人可是我宁瑶，未来全天下第一剑仙。啊！对上老袁，你就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自己争不来这口气。剑修、武夫、练气士竟然三者兼备。小丫头，你究竟出身哪家宗门？哼，要你管！难怪我爹说正阳山不值一提，嘴硬气大剑道低，人傻胆大剑气浅。哼，找死！果然如此，你受过重创，并未痊愈，根本无法驾驭飞剑，难怪你由他自主行事。又是一堆废话！嚣张多久？哼，你明明可以御剑逃走，却故意诱我来此，看来是布下了陷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被我猜中。
名扬挂甲。给我下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救人者先死！别出来！开赤峰天地！借着这一剑，竟能把你给叫醒了。没想到，此脉剑术，万年之后，竟是由你继承。老畜生，我要你灰飞烟灭！出来，给我展开赤峰天地！哈哈哈哈！老夫来帮你解脱剑气反噬的痛苦吧！休想出剑！竟有此等威力！陈平安，你没死。刚才我远远看到你脱力倒地，害怕老袁下杀手，我便多转了个弯，抛了件衣服，分散老袁注意。老袁那一拳，你居然受得了？
或者是刚刚被宁姑娘的剑气所伤，老袁的力量明显大不如前了。我就趁着这个间隙把你救了出来。你歪歪肠子怎么这么多？说，陆晨救我那次，你到底有没有占我便宜？啥？快，能跑多远是多远，我用飞剑尽量拖住他。痛快痛快！那老畜生这次跟头栽大了，被一个小镇少年牵着鼻子跑了半宿。这天大的笑话，够我在风雷园说10年了。要不是小镇禁绝术法，否则我死也要把这一幕原本踏印在印容镜当中。幸亏你没出手，刚才宋大人和搬山员互换那3拳，动静可不小。嗨，我看那宋长静就是个绣花枕头，才和老畜生打了个平手。不都说他摸着武道10境的门槛了吗？巴乔，怎么不说都不行了？那他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不如也让本王乐呵乐呵。宋大宗师，我正在说您老人家与半山园的巅峰一战呢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若非您老人家泉下留情，那半山园定会在福禄街上当场死无全尸。宋大人武道之高，武德之好，实在是让晚辈拍马难及啊。你是龙尾郡陈氏子弟？不是。哦。宁姑娘，到哪儿了？这是我以前搭的一个小屋，咱们先在这儿躲躲吧。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有，宁姑娘，宁姑娘，我知道你好奇。这是我宁瑶的杀手锏，是我娘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只要她一出现，别说是老袁，就是这洞天也可以展开。我其实想问你，我就是想问你，那个老袁是不是用掉了3口气？但是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老袁最少还能再坏1次规矩，对付咱们2个伤患，多半是绰绰有余。宁姑娘，你觉得老袁
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了？少说，也折寿了180年。赚到了！老袁一想到这个，气得气死，折损的阳寿都够换我3、4辈子了。啊！这辈子还没到头呢，想什么下辈子？陈平安，你想过没有，那头老袁原本能活多久？这类天地异象而生的凶兽遗种，终究是曾经的一方霸主，寿命依旧长达2000岁左右。而且这头护山猿显然已经修成了道法神通，一旦被他跻身上5境，加上他第9境的体魄，别说2000年寿命，就是3000年、4000年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们舍命一搏，对他来说只是9牛1毛，所以你别觉得自己活够了。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真够厉害的，能和那老袁拼那么久，以后可以吹一辈子了。喂，你听到没？其实那少年能活下来，你是恩人之一。啊哈哈，这种恩人我可不想当。流俗朽色，怎办王姐？你找死！啊？我吗？那你得先问过他才行。王爷，这位姑娘并非我们东宝平州人士，所以希望王爷慎重行事。敢杀我，就不怕你们大凌灭国吗？是不是觉得你家老子厉害，就敢在本王面前大放？怎么说来着？大放厥词。宋大人，能不能给在下一个面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？下辈子投胎，别再让本王碰到。叔叔，算了，欺负一个娘们儿，传出去有损您的名声。今日此教，陈队铭记吾内。小子，不错。本王看好你，离开小镇后去大离京城找本王，有样东西送给你，搬不搬得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福晋，姓郑的，又来偷老娘衣裳，我要找你师傅评理去。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东西？师兄，不是我说你。你真是猪油蒙了心，才挑了这么个破烂娘们当媳妇儿。我乐意，有屁快放啊！师傅他老人家让我带话，让你对付那个人。凭啥？反正是师傅交代的，你爱做不做。滚！下次要是让我看到你偷嫂子的东西，打断你腿！啊？灵儿，你跟老子说清楚，谁偷你婆娘衣服了？这种混账话你也信？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咋了？境界比我高就不讲理了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行了吧？啊！灵儿，老子这就找嫂子买她贴身衣服去。闹！你故意惹恼那女子使我难堪，就因为她也姓陈？哼，这脾气，像你爹。叔父啊，
那女子一看就来头极大，不怕打了小的惹来大的，错了大的惹来老不死的。到时候咱们大理真没问题。那你可太低估宋长敬这3个字了。说来也怪，我曾无数个日夜在这里逗留，却从来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石像上一星半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那全谱的剑炉，正是脱胎于此。这剑炉虽说是全谱的立桩，可手指这么扭来扭去的，和练拳居然有关系。那是因为之前的你对拳理一窍不通，所以自然不会留意动作中的玄妙细节。这就好比最好的琴师也无法对牛弹琴，再绝世的美人也架不住对象是个睁眼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木头。是怎么没了？可惜了，消失的那只手，本应掐诀而出的。你知道这个雕像的手遗失在哪儿吗？恐怕早已损坏了吧。老袁追来了吗？宁姑娘，小心点！此人杀气更胜老袁。哎呀，你快下来！又大半夜的跑到屋顶上去做甚啊？春捂秋冻的，真要冻出个病根子来，你让奶奶可怎么活呀？哎呦，你快下来！奶奶，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真武山吗？唉，奶奶这辈子呀，是一定要葬在你爷爷旁边的。你去了外面一定要出息。谁欺负过你，你就往死里欺负回来，千万别当好人。哎，坏人呢，偶尔当几回也没事的，可别一门心思去害人就行，小心遭报应不是。奶奶，你放心吧。对了，奶奶，还有件事，陈平安他爹的……有些事情可以做，不能说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奶奶别怕，人鬼殊途，斩草除根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找我们的麻烦。又见面了，放心，那头老袁没有追来。你认识他？他是杏花巷的马苦玄，别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但我从不觉得。刚才那一战我都看到了，很精彩。不过，你为了救他强行祭剑，结果受到剑气反噬，现在已经是重伤在身了吧？就你管！宁姑娘，我没事。如果我去福禄街李宅，跟正阳山老袁说找到你们两个，我想怎么都可以拿到1袋子钱。如果我愿意给钱，你能不说出去吗？切，我已经在李家拿到报酬了，但我可不是为了钱。你要怪就怪你身边这家伙太惹人厌了，坏了很多人的大事。而我呢，最喜欢趁人之危，所以向你讨个东西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
小心有命难，没命用。你又不是我媳妇儿，担心这个干嘛？我来对付他，你先调戏。你小心，他不是普通人。哟呵，还想英雄救美，正好，上次在西边还没分出个胜负呢。要用全力哦，不然真的会死的。和上次不一样了。奶奶，爹，你以为把那孩子爹害死了，就能娶他娘当小妾？倪萍巷的陈家，好几辈都是独苗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退一万步说，那女子的性情你当真不清楚？她愿意嫁给你？做都做了，再说，给钱的那位可是人上人，你敢不要？是你出的主意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臭婆娘，为了几个臭钱，害我们全家都背上了孽债呀！隔夜处女生的，可说不是。这小子这可能尸首还找不着，这就是二姑娘，估计活不久。师傅，那个姓马的小子，真要这么放任下去？神仙坟那头，你觉得哪边会赢啊？闷油瓶一个呀。他马苦玄天资出众，现在也是武道2境了。你拿陈平安和他比，实在是……我就是不喜欢姓马那小子。所以你就想将那条金色龙鲤卖给陈平安？咋了？我乐意。师傅，你不也挺喜欢那孩子吗？你以为那就是帮陈平安？啊？结果呢，连龙王楼也赔进去了。那小子从小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，也没了约束。虽说留不住什么大机缘，但也不全是坏事。如今小镇动荡，还不能让他捞上点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时你要是把那金鲤鱼送出去了，陈平安他活不过3天。只要他还在小镇上，就不会有什么好运气。机缘太大，他拿不住。但凡敢拿，就要死上7、8回，注定是2手空空的贱命。
所以，这就是师傅愿意帮他的原因吗？师傅，你能给的，刚好是陈平安唯一能接住的吧？那孩子光是能活下来，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儿子，过完了年是不是就变成大人了？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那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要交给你照顾了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来，咱们爷俩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爹，糖葫芦好吃，你出去干活回来，能不能再帮我买一串啊？知道了。我喜欢吃小的。儿子，爹走了。小的更好吃。看，要不是看你年纪小，老子真要动手打人了！滚！我家真的没有钱了，可我娘真的病得很厉害，她还在等我熬药。你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可抄起扫帚赶人了！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闭着眼睛抱头是招打呢！快走！干什么你？您走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娘吧！生意人赚钱天经地义，就算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忘记了做人的底线和情义。宁可无钱，不可无耻。药我先赊给你，但从今往后，你的采药还钱，1分1厘也不许欠。小家伙，听懂了吗？我懂的，爷爷，我绝对不欠钱。当我老糊涂了，拿草根糊弄我，混账东西！是不是光顾着玩去了？还想不想给你娘治病了？不是的，我家只有我娘亲一个人，我怕娘亲饿了，所以是武士做了饭过后才进山的。对不起，爷爷。听好了，人活一口气，稳住了气，也就定住了神。进来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1次。
臣平安。本以为我出了小镇才会遇到第一位大道之敌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。现在是我和他打，你想死，哼，还得再等等。再来！太慢了！就是神仙草药，今天也救不了你。快走！我肚子好疼啊！糟了，是不是在身上吃错东西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娘担心。烧菜呢？娘醒了，烧给你自己吃就好了。娘没胃口。娘，多少吃一点，我一定能烧得好吃。娘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外面下雪了。过年了，我们一起贴春联和门神，好不好？娘，好些没？好多了，一点而已，不疼了。娘亲，看来求菩萨是有用的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赶紧把药喝了。娘没事。平安，去看看雪吧。娘，想一个人歇息一会儿。娘亲好好歇息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？又怎么刚好是我的儿子？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
想进你这看也看看了。娘，你不要走，娘，你不要再想我一个人，娘。岁岁平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。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在乎多杀一人。这玩意儿你不肯交，那我就自己动手拿了。岁岁平，为什么还要爬起来？岁岁安，同心境一起输掉吗？难不成你还想打赢我？岁岁平安，那就送你一家团聚。你我真的挺像的，不过我是装傻，你是装善。头比命硬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娘的泥腿子！不管你们对我怎么样，只配当我的垫脚石！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这个世界对我怎样，我让我死吧！陈平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都一定回答我，陈平安！一定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一次。怎么会？自身如一尊泥菩萨，气沉丹田，不动如山。一定会活下去。
这葫芦很神奇的，一到雷雨天气就嗡嗡的响。我知道，这是养箭壶，里面能装几10把小飞剑呢。我爷爷有一个，刘爷爷有一个，苏姐姐有一个，现在我也有啦。蓝柴哥哥，你说送我的，不许反悔啊！别说是这只小葫芦，就算我手上还有宝贝，也愿意一并送给你。也不知道袁爷爷完事了没有。帮我跟袁爷爷说，桃子还等着那座披云山呢。去吧，你家主人已无事了。若齐先生早就对刘氏剑经心动，大可与我明言。只要不落入风雷园之手，随你，何必藏着掖着？到头来，好处你齐景春占了，恶名却要我正阳山来背。我若真舍得脸皮坚守自盗，外人岂能察觉到丝毫？一部梦中杀人的剑经罢了，需要我齐景春谋划将近1甲子，才动手谋夺吗？至于那少女，我与她并无瓜葛。齐先生，非常时刻，请行个方便。那2位少年分出胜负即可，莫分生死。齐先生放心。齐景春，你欺人太甚！凭什么放真武山的人过去，偏偏拦着我去教训那2个小杂种？真武山有2个真，真君子和真小人，而你重伤刘宪阳，坏其大道，却故意留他性命，以防被我驱逐。你这种人，啊，差点忘了，你不是人。小姐，再等老袁片刻。我拦你，是为正阳山好。你跟剑气剑意打了1000年交道，难道感受不到那少女本命之物的压力？哼，他那点道法神通，垂死挣扎罢了。齐先生也好意思拿来吓唬人？哦，之前有人说你那位恩师晚节不保，我当时还不信。堂堂文庙第4圣，便是在道祖佛陀前也是能说几句话的大人物。现在看，根本就是个1000年未有的大骗子。难道你这支文脉如此不济事，传不过2代就要断绝？说完了。哼，没劲。你菩萨也有火气。不曾想读书人竟是骂不还口，不晓得是不是打也不还手？你可以试试看。景春，一定要阻拦我进去吗？后果之重，一座正阳山承受不起。算那2个小杂种运气好。打得不错。齐先生说莫分生死，原来是怕马苦玄丢了性命。陈平安，我出手救下马苦玄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
所以我出去之后，会说服正阳山搬山员放弃对你们两个的追杀，如何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，答应就点头，不答应继续沉默便是。如果觉得不公平、不甘心，那等你从老袁手底下逃出升天，便可去真武山找我，讨要你以为的公道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的。我可不会给你机会。死人没资格跟活人撂狠话。跟我走。陈平安，哪里伤得最重？不打紧，只是如果老袁这个时候赶过来的话，来就来，刚才有你在，等下有我在，怕什么？帅气。齐先生，接连几场架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齐先生，跟你说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正阳山搬山员撤退了，很快就会离开小镇。第2件事，刘宪阳活下来了。齐先生，刘宪阳是不是不会死了？有人出手相助，刘宪阳性命无忧，毋庸置疑。不过他的身体遭受重创，以后未必能够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。不要紧，他只是体力透支而已。齐先生，他的情况很糟吗？他被蔡金简打断长生桥，精气神不断流散外泄，这次又拼命激发潜力，如今寿元最多也只剩1旬了。齐先生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救他？世间何事最为逆天而行，逆流而上？一人一剑，杀光妖族。是修行。其实一样的。对你来说，修炼体内剑炉可滋养体魄，但对他来说，练拳比练剑更能养体护身。先生，练拳真的有用？虽不敢保证长命百岁，但若在练拳上下了苦功夫，还是有可能的。齐先生放心，别的不说，下苦功夫，他最拿手了。他肯定希望睁开眼就能看到刘宪阳，等他养好伤，我就带他去阮氏那边。我陪你们走一段路程。齐先生作为小洞天的主人，您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？只要我想知道的，都可以知道。不过未必全是真相，毕竟有些事情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齐先生，您如今是啥境界？有没有跻身上5境？还有，您坐镇此方天地，真的能够天下无敌吗？当然，如果您觉得不方便，可以不回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治伤要紧，我就不送了。多谢齐先生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会颠得他伤口的。不行，治伤要紧，万一伤口又裂开了怎么办？不快点治，伤口怎么能快点好呢？先生，还记得初入你门下时，我做事也如陈平安般执拗。如今风雨催人去，先生啊，学生真的有些想你了。我
说陈平安这个烂好人跟谁学的，原来是受你齐敬春的熏陶。哎，刘宪阳这命是真好啊！你老爹我都没享过这福。有事就说，别杵在那里挨着我打扫。先生，那山岳玉牌，儒家的压胜之物，还轮不到你惦记。马先生，小镇时日无多，你能选的路更少。是跟着齐先生行鲁莽之事，落个身败名裂，还是延续文圣的传承，担任山崖书院的新山长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哼，真是跟谁学就像谁呀！真当我们先生教出来的都是崔禅那般其后背叛师门、疏影忘祖之辈吧？小小竹米，亦可落地开花，自成山林。何必与竹身一同坏死？先生是成大事之人，不该被师兄弟的情谊所束缚啊！查的怎么样了？哦，小镇2支元祖不同的城市，一支很早就举族迁出小镇，祖坟的位置也已经不可考了。另一支如今除了陈平安这支独苗，都已经依附4姓氏族，当了奴仆丫鬟，没有自立门户了。实在不行，就从最下面的书找起，一本族谱从头翻到尾，那些个名字不是奴婢就是丫鬟，好玩吗？哎，陈队，我没眼瞎的话，陈松风可是在给你帮忙啊！哎呀，帮你还提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连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，怎么有人例外？啊，找到了。陈平安平白无奇的，反倒令人琢磨不透。这是今日的药，拿给刘宪阳。哎，陈队，我跟你求了那么多次秘制药丸，你都不给，凭啥给刘宪阳，还送我一整瓶？你要也为我陈家守墓千年，我也会给你。神道崩坏，礼乐鼎盛，百家之争就要开始了。我兵家修士靠沙场厮杀来提升境界，本就不易守住本心。一旦嗜杀成性，极易堕入魔道。当着我兵家先辈们的面，我且问你，那个外乡少女杀死了你的第一个师傅，出来！但是你盯上陈平安是为什么？我真武山兵家修士练的虽是杀人技，但绝非滥杀者。兵家修士，是不是能不在乎什么因果报应？气数气运。遍观千年史书，以一己之力揽狂澜于己道，大多是兵家圣人，并非是我身为兵家修士才刻意为先贤歌功颂德。陈平安他爹是我爹害死的，这笔恩怨我一定要在离开小镇前亲手了结，绝不能牵连到我奶奶。你是想把上一辈人做下的孽全部拢到自己身上，希望你奶奶能够善终？我对爹娘实在没什么感情，只有奶奶放心不下。只是她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镇武山。情有可原，但是站不住理。虎符躁动，必有祸端，随我速速返回小镇。奶奶。
心神。停步！你天生戾气重，会惊扰到他的残魂。齐先生，此事关乎马苦玄的修道心境，希望先生莫要插手。可真武山，有请。后裔有何吩咐？此地法术禁绝，因此请你帮忙收拢这老妇的游魂散魄，切莫伤及根本。狡猾！宁姑娘，我是真的刚醒啊，我。说你是石头，哪有半点石头的样子？你就是个……陈平安，你可别给我死了！你给我开路！他说你奶奶生前造孽太多，三魂七魄如同身躯一般残朽，死后命魂亦如此。这小镇天生抗拒鬼魅阴物，所以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快去给我找回来！不得无礼。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为何神人对他如此容忍？啊，后有所求，再当奉请。我奶奶是怎么死的？她被人在门口扇到了脸，摔入屋内而死。出手之人多半是炼气士，你杀陈平安是为了斩断因果，可你一出门，刚好有人登门寻仇。所以是我害死了我奶奶，对吧？按照世俗眼光来看，是也不是。屠城灭国做不得，滥杀无辜做不得，
这些事情做不得，那些事情做不得，那么报仇杀人到底做不做得？如果连这也做不得，那我当兵家修士有屁用？为何当时不答应那对道士道姑去那个什么宗？有些话还需要说的透彻些。杀人，杀多少，能杀谁绝不一样，心性最为重要。我杀了100人，全是该杀之人，而你只杀了2、3个，便有不该杀之人。所以杀人，只要能够承受所有后果就行。杀不杀人，如何杀人？我问你作甚？我现在还不是正式的真武山弟子，滚去带路！快点！修道心境，你有能耐可以把我乱刀剁死，那你为什么要杀我奶奶？不是我杀的，我要是真杀了人，早就被赶出小镇了。知道我最恨你们什么？造孽之后还能这么不当回事？我也是8人朝天劫屠杀，我可以赔偿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这么巧，我还是我奶奶马兰花的死呢。海潮铁骑士们，等着，我陪你们。放了我！哎，怎么了？杨老先生在哪儿？在后院。哎，等等，老先生，冒冒失失的，没点礼数吗？救人要紧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是不是很疼啊？疼啊，那就乖乖受着。与你说了多少次了？越是命贱福薄，就越要惜命惜福。现在动不动要死要活，当初怎么不跟着你娘一起走？你姚师傅是对的，哪怕教你身好手艺，人却活不长久，浪费，一样早早丢到土里去，让他自己坐着，让个娘们背着也不嫌丢人。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落魄户了，倒是问心无愧了。刘宪阳是什么好命，你是什么贱命？他死一次，差不多都够你死10次了，知道不？您能不能先帮他止痛啊？他是你男人呐。睡去。将你的呼吸法用上。陈平安的修行领路人，原来是你。
那道城墙上，如今刻下多少个字了？总计18字了。都已经18个字了。道法浩然，西天6字之后，还多了哪些啊？雷池种地，剑气长存，然后是齐、陈、董。还剩下个字被你吃了。忘了。还是老规矩，每斩杀一位飞升境妖族，才有资格在长城上刻下一字。前辈为何如此了解我家乡那边的情况？很久以前，有位外来剑修有写游记的习惯，一路风土人情都被他写了下来。他最后死在了咱们小镇附近，我就把那本厚厚的游记拿回来，没事情的时候就翻一翻，信不信由你。他怎么了？小死。人生啊，不过2件事，醒和睡。生则大醒，死则大睡。酣眠即小死。修歇的不只是肉体，还有心神。小姑娘，我问你，当一个人在心中默念的时候，所谓心声，到底是何人之声啊？不用回答，试着做做看。瞧瞧人家，一个点拨就能破境，你小子屁本事没有，就喜欢犟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挑来选去找了那么多人，不曾想反倒是最不抱希望的一个，命最硬啊！做事可真绝啊！那是大黎寄来的文书。贵为大黎皇子，却连文书都不敢接吗？大限将至，3日内撤离，怎么回事？我得提前带你离开了。如今这离珠洞天，就像错综复杂的棋局，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，就连本王也看不清了。立刻通知4姓10族，洞天终将破碎，下的6000生灵的债得用人命都成替死鬼了，无法逆转。无人有来生，无人有来生。10族均能保全。树倒猢狲散呐！奶奶，今天我就要离开小镇，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们这座小镇
对你们外乡人来说算什么？就像小镇外的那条小溪，鱼龙混杂，有浅滩，也有深滩。那以前外乡人来这里争夺机缘，有淹死过人吗？以前没有，这次是例外。我的花圃就是正阳山最漂亮的啦。千年孽障，将这座披云山放回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无妨又如何？冥顽不灵。齐景春，你的大道可管不到我。要是60年前的我，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一脚踏平正阳山。彩虹，彩虹！宋七仙，咱们小镇到底是个啥地方？
唉，要背井离乡喽。不准备跟陈平安道个别？那家伙能不能活下来，还不好说。万一只等到一具尸体，多恶心！他没爹没娘的，还不得有我这个邻居来给他处理后事？陈平安，真的就只是陈平安？衙署早就彻彻底底查了他祖宗18代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放宽心吧。陈平安就只是陈平安。那祖宗18代之前的18代呢？就没有出现过一个经才绝艳的大人物？一个都没有。原来你希望他身世特殊一些。如果他跟寻常人不一样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那少年到底怎么欺负你了，让你如此执念？喂，星辰的，又上山下水刨食了，以后能带我一起不？我打赏给你铜钱哦。不用给钱。不要拉倒，我还不乐意去呢。穷的叮当响，睡的破房八面漏风，一年到头连串糖葫芦也吃不着，你还乐呵个啥？明白。怎么，刚大病初愈，就急着跟我断绝关系？哦，这是宁姑娘最珍贵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还。真是7窍通了6窍，一窍不通啊，傻子！杨爷爷，这么多年，谢谢你。嗯，谢我？我可从没白帮过你，哪次缺了报酬啊？哎，一会儿留下1袋子供养钱，这次就结了啊！你抢劫啊你！杨爷爷就这样，不爱讲人情，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很公道。凭什么说他公道啊？就凭年纪大呀？病也治好了，你俩就别在我这儿眉来眼去的，也不害臊。哎，陈平安，你现在不是习武了吗？不如连剑术也一起练了。你会教剑术？我天资太好，学剑极早，境界攀升极快，但是教别人剑术嘛，半点不会。不过剑术最能提人精神，最是磨练心性。世间有灵之剑，皆是我辈同道中人，所以，我这把剑鞘可以先送给你。为啥？连剑鞘都有了，距离剑仙还会远吗？我该说啥？
上哪儿去找把剑呢？爹，刘贤阳醒了。哪儿都不许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陈平安的伤不知道好点没有。哎，陈平，啊，陈平安，你怎么样？阎王殿太小，留不住你兄弟我。看你这次还长不长记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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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疼啊！哎呦，陈平安，你下手太狠了你！阮师傅，谢谢你。哎呦，铁匠铺很忙，没有白白养活刘宪阳的道理。你就先替他在这里干活，秀秀。宁姑娘，你所托之事一半妥，随我来吧。你要的剑，等我铸好之后，会第一时间送去道玄山。你可得多砍下些大妖的脑袋。晚辈定然做到。嗯。我叫陈松风，这位姐姐是刘宪阳的救命恩人，叫陈队。举手之劳而已。我跟你这支陈氏算是几百年前的远房亲戚吧。至于陈姐姐，即便往前推1、2千年，跟你的关系也淡如薄纸。啊，这次陈姐姐是来祭祖的，可小镇已经没谁知道他们家祖坟在哪了。刘宪阳说你是小镇最熟悉四周山水的人，所以我们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当然了，报酬的话，1袋子金铜钱，我觉得你可以答应。2袋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不过几步路的事儿，报酬就算。他大病初愈，上山很伤身体的，必须双倍价钱。这没得商量。现在衙署让外乡人都快离去，3天时间还剩2天，你们不着急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会在廊桥那边等你。告辞。哎，你真知道陈氏祖坟在哪儿？有人曾经告诉过我。动作都快些，要下雨了，快点！公子，我们这么快就走啊？带你去大黎京城长见识去。四脚蛇也带上，别忘了。那个蠢货昨天就溜进箱子里，弄脏了我的胭脂，害怕被我杀了，现在不知藏哪儿去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碟子。哼，指望这群废物护我安危，笑话！我曾经还不是差点死掉。
真养了一群废物碟子。看来我们大黎内部也需要清理门户了。大黎谍报机构有7个，本王掌控的3个主要是用来渗透敌国的，国师秀虎掌握的3个主要是监视朝堂内部。最后一个被我们大黎的皇后，你的那位娘亲死死攥在手里。你猜猜看，这具尸体出自哪里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记住这次教训，否则下次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。这竟是我的起居所施摘落。你本名叫宋牧，最后劝你一句，不要带着心结离开这里。那陈平安对你来说终究是过客，如果无法参破，当心变成深不见底的天魔星窟。到那时，连被杀的价值都没了。老大！快走！没义气的家伙！就丢下我们！陈平安都不如！人家虽然死了爹娘，好歹知道自己爹娘是谁。陈平安，你知道自己爹娘是谁吗？为什么你一条贱命却跌疼娘了？凭什么你1穷2白却活得比我快乐？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恨得牙根痒痒？想彻底毁掉你，为什么？却又怕我自己落个浑身不自在？这风水书上讲，5月初5生的男婴是不祥之兆，会带来灾殃，你阳气极重。如果一直住在老宅，那你父母会无法投胎做人的。所以，你最好赶紧搬出去。哎，我看去龙窑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龙窑，可是娘要我发过誓。我不过借几句风水趁阳来骗你，你自己到了这里，活该。为什么要骗我？风水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骗子，你这个骗子！我娘让我发过誓，一不做乞丐，二不去龙窑做工。但是因为你，
我只能有家不能归，不得已落魄街头，最后只能去了龙阳。你当初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还要挑一个智贵不在场的时候？换上是我会把你陈平安大卸8块，还得当着你至亲的人下手。公子想什么呢？公子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忘了那家伙的。智贵，你说的没错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忘了那个家伙。嗨，少侠好体力，难怪敢照板正阳山那头老畜生。哦，我从小就来这边采药，习惯了。以后来我们风雷园吧，我罩你。成了剑修，御剑灵锋，到时候咱们兄弟俩飞到那正阳山上，丢下一座雷池剑阵，正阳山他娘的就玩完了。正阳山没你说的那么不堪，风雷园也没你说的那么强大。我这不是怕我兄弟投错了山门，耽误终生吗？这么快就成兄弟了？那你兄弟没个几万，也有几千了吧？哼，姑娘你这性子，将来不好嫁呀。哎，兄弟，你说是吧？不用你瞎操心。那清风城许氏主动提出要归还那具宝甲赔罪，你为何不收？如果清风城早就知道刘仙阳祖上是我影音尘氏留在小镇的守墓人，他们还敢如此行事，必当付出代价。但既然他们事先不知情，而机缘本就人人可争，我影音尘氏还不至于如此霸道。那万一清风城也有算计正阳山的念头？如果不是那老袁冲在前头，被那许氏设局，估计清风城还真就拿不走宝甲。蝇营狗苟，随波逐流，岂知大事？刘灞桥，告诉陈平安，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真笨呢！继续走，小心点儿。我没事，不用管我，肯定能跟上。休息会儿吧。继续赶路。
他只是气息乱了，等等他吧。不必等了，让他先回小镇便是。那接下来有劳了。是，老子也不伺候了。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回去路上饿了，可以填饱肚子。起来，才不受这窝囊气！回衙署大鱼大肉伺候，不比这舒服啊？知道回去的路吗？嗯。唉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跟影音陈氏结下香火情，对你，对风雷园都不是坏事啊。其实我厚道的平安兄弟没要陈队那2点钱，那也不是坏事。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不全对，齐先生不也是读书人？还有齐先生的先生，可厉害了。你说齐先生到底想做什么？天晓得。好一个天晓得。哎，陈平安你怎么看？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意见，但如果就事论事，他的存在其实让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尴尬。为啥？离珠洞天的陈氏子弟，除了那个少年，全部成了别家奴婢，唯独他，就像这饭团上的叶子，越是独善其身，就越显得我们这些陈氏子弟可笑。这又不是我兄弟的错。当然，可世上终究有些事情，很难说清楚道理的。不是道理难说清，而是你们没道理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罢了。有口无心啊！我呢，口拙嘴笨，拳头不够硬，剑也不够快，要不然我这肚子里啊，真是攒了一大堆道理，想要跟这个世道好好说上一说。所以你觉得陈平安不错？觉得不错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一看到那个少年，就自惭形秽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剑经我没买。100年36000场，一切乾坤如水乡。剑经竟然成了，原来走的是破而后立的极端路子。爹，这就是以梦境为剑炉，一气呵成神仙剑。小镇少年果然都是过河族啊！哼，早知道就不该答应把你借给影音陈氏20年。爹，你说谁是过河族？刘宪阳又是什么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就说让你多读点书，好歹以后跟人聊天还能接上话。卒子过河能顶居呢。方向真的对吗？我可没时间陪你漫山遍野的闲逛。
就是那里。果然如此。你们下山等我吧。祖坟生楷树，这是昭示陈氏会降临圣人啊！小镇陈家皆已凋敝，这机缘定当落在我影音一脉了。我影音陈氏，叩谢始祖庇护。我们来时有段路程，你为何故意绕远？啊，宁姑娘，连你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把帘子去掉。那边有一片山崖，全是你说的那种叫斩龙台的黑石头，我怕他看到，万一起歹心怎么办？守财奴。宁姑娘，你这么耿直，朋友一定不多吧？哎，小心！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？宁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种果子多末结果，春天成熟。我以前上山采药填饱肚子，就靠它了。你怎么跟野猪似的，什么都吃？这果子不是俗物，正好可以给陈平安调养伤患。不好吃，还给你。你采了这么多，是要留着给陈队？给他干什么？非亲非故的，当然是留给刘新阳了。如果阮姑娘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也会分给她吃？当然了。那如果你手上只有2颗野果，你是给阮秀呀，还是给我呀？宁姑娘，你咋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吓人？别岔开话题。当然是1颗给你，1颗给阮姑娘了。我看你们吃就行。那如果只有1颗呢？给你。为啥？阮姑娘又不在这儿，可宁姑娘你在啊。陈石头一心虚栽进了竹筐里。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只为2字：破镜。你李二是个明白人，知道7境之后，每次破镜都是生死大关。之前吩咐你的事，为什么没去做呀？我家媳妇儿看得紧。只是这样？怕一出手，就坏了您的买卖。这么好的磨刀石，小镇里能碰上几个？听我的，去会会他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师兄！哎呀，师傅，师兄还不得打死那家伙！师傅，师兄的路子您给指了，那我呢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此生无望第9境。
马车先行，只管往前。真没想到，小镇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物。看来我们大黎的碟子真是废物啊！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，不妨说说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宋长敬，打过之后鸟还活着，自然知道答案。还成，力道上差点意思。大言不惭！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现在的力道够了吗？这几拳凑合，但也只是凑合。哎，收工了。是个大才，不过胜负已分，再打下去就是分生死了。宋长敬征战一生，杀人无数，若见酣畅一战，不枉此生。来，接着打！可惜了。战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关。
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。筑清观。心狠手辣，无风毒妇。沙场无情，世人误解我，百姓诋毁我，将士憎恨我。但大道就是如此，不是杀人，就是被杀。1000年之前如此，1000年的1000年之前还是如此。是大理武道第一人，这不是生者的气息。杀！什么？好大的力道！就是蛮力你是赢不了的。就乖乖躺着。让我看看你底子里还剩多少权益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大丈夫当立万世功业。为此何惜伶仃一命？何怜天下生灵？何惧万千逆境？我宋长靖是大理武道第一人。如此钢骨，挺折不屈。不知武道，傲立天地。
这便是我的机缘了。多谢高人助我破境，养老神仙的心意我收下了。日后，哎，每人选1张，回去仔细临摹，3天后检查。我要1张，给我1个。瞧，给我！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不就是画个小树吗？你给我，抢不着吧？我要这张。快点！师兄，还记得我们来山崖书院之前，先生送我们的临别赠言吗？当然。那何为天地生君子？君子理天地。天地生养了君子，君子则当治理天地。那又何为学不可以已，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？学习无止境，在先人的基础上完善，拓宽自己的学问，学生也会超过先生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鲁莽行事，执意为这座不过5、6千人的小镇舍去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？你可是齐景春呐，是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，是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。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君子者，众生平等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他人生死，更何况是6000人的生死轮回。什么众生平等？难道你忘了先生说过的明贵剑？先生学问自然极大，可道理未必全对。理者，所以正师也。君子识曲则曲，识深则深矣。师弟，事已至此，书院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山崖书院要牵制大隋王朝，大隋与大黎虽是邻国，仍是千里迢迢，战事更是一触即发。此行凶多吉少，千万保重。先生，世间可有真正的天经地义？如何才能不对这个世界失望？你带陈队进过山了？嗯。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会跟他离开这里，不久后离开东宝平州。那至少也要等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走吧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在这儿好歹你能照顾我，等以后出了小镇怎么办？哼，只是诱一下，连死都死过，还怕什么呀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
宋长敬如何啊？还不错，只是他底子比我差，凭什么比我先破境？你李二破境，不在生死间。师傅，你看我根骨不比师兄差，机缘的话，还有没有变数啊？你带着傅南华去老龙城啊？记住，死也不许泄露根脚。哦，师傅，保重身体。师傅，你对师弟也太不近人情。师弟虽然成天没个正形，可是对师傅您是打心眼里好啊。反正都是无根浮萍，死在哪里不是死啊？你也带上你家那个泼妇走吧，在东宝平州，你这辈子都没希望破境。儿子女儿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另一个送去山崖书院。那师傅，你以后还能如何？等死而已。我既封你为河婆，就要负责河中事务，又回来我这儿做甚？大仙，我想多看孙子几眼。别不知足！大仙之所以愿意庇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那孙子？既如此，大仙为何任由真武山带走我家马苦玄，何不由自己栽培？大仙，我家孙子大仙息怒，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。虽然在我眼中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正邪之别，不以此来称量阴德，可不意味着我就喜欢你的所作所为。以前不好与你计较什么，但是以后就算将你灰飞烟灭，也只是一念之间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去吧，盯着点廊桥那边的动静。是。要变天了。神仙大驾，凡人遭殃。山外的人，我们很聪明的，为何要做这等蠢事？谁知道？他们那些破道士，我就没懂过。不懂啊！哎呀，不懂！你们这些只知道藏在乌龟壳里的老东西们，要是能懂，不个个都成圣人了。山崖书院齐敬春拜见杨老先生。倒是稀客呀。算了算陈平安约莫会来，我等等他。主要还是来拜访杨老先生，风雨欲来，多有烦闷呐。你来此地坐镇的第一天，我就瞧着你是个不得志的人。不过这么多年没听到你半句牢骚，也是怪事。你可不像是唾面自干之人呐。牢骚有啊，满肚子都是，只是说不出口而已。你的本事我不清楚，不过你家先生，就凭他敢说出那4个字，在我眼中就能算这个。杨老先生其实学问更大。我又不是读书人，你先生学问就算已经大过了至圣先师，我也不会说他半句好。杨老先生是觉得我们先生所说人性本恶才是对的？我没觉得对，只是世间这些衣冠之辈看得我心烦，
所以有人出来唱反调，我便觉得解气，仅此而已。客套话莫要说，我不爱听。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再说了，你齐静春如今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我可不敢跟你攀上交情。齐先生，杨老先生，我想知道，能不能用治疗我的方法也治一下刘宪阳？他现在很虚弱。关我屁事！如果需要金钱铜钱，我还有。哎呀，别在这瞎操心了。今天打烊了，你们都走吧。陪我走走吧。实在是闲来无事，便用你送去的蛇胆石刻了2方私章，一个用隶书，一个用小篆，送给你，记得收好。以后看到了心仪字画，例如一些觉得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，可以拿出印章画上一压。好的。你记住，君子可欺以其方。你在文庙里的那帮老头子脑子坏了吧？明摆着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静春，还一直袖手旁观，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了。前辈真的不愿意试一试？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。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刘宪阳走了。刘宪阳，刘宪阳，刘宪阳！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刘宪阳。你不是掉钱眼里的财迷吗？怎么这么大方啊？全部的家当都要送出去。哎，齐先生，稀客呀，您楼上坐。
天塌下来还有叔父在，就算是他，也承受不住。怎么不把簪子别上？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家既然愿意送你，自然是希望你物尽其用。我仔细看过了，的确是普通簪子，没有暗藏玄机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座小洞天呢。啥？别有洞天听过吧？天下洞天分2种，一种就是我们身处的这座离珠洞天，洞天福地的洞天，疆域广袤，不知几千万里。传说道祖有一座莲花洞天，单就里面的一片荷叶，就比你们大理还要大。不可能吧？我也不信，所以我要去亲眼看过之后，再回来告诉你真假。你以后做什么？我帮阮师傅做完那些力气活，我想以后自己进山烧炭，还可以顺便采药，卖给杨家铺子。万一搬山源刘志茂之流找你麻烦，你往哪里逃？所以你记着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按陆道长说的，厚着脸皮待在铁匠铺，这才是正路。给阮师傅惹麻烦怎么办？阮师傅可不怕这些小麻烦。那我要先把事情告诉阮师傅，看看他愿不愿意收我做长期学徒。在小镇里，没什么是一代金金铜钱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2代。我心疼啊！守财奴，以后谁不幸做了你媳妇儿，估计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你。我可不会让自己媳妇受委屈。我才不信！要是我媳妇受了委屈，别说是搬山原，就是天上神仙，我也照砍不误。砍不砍得死我不知道，反正先砍了再说。为什么？我爹说过，男人不护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娶进门做什么？我走了，回铺子。你保重。宁姑娘，我送送你。不用。齐先生。齐景春，你放肆！天道本无私，念你身为儒生，对离珠洞天生出恻隐之心，情有可原。若此时回心转意，犹有余地。哼，与这书呆子废什么话？他想做出顶天立地的壮举，得先问过我的拳头。自斩龙仪一起，
小镇独享3000年大气运，后世子孙英才辈出，无非是寅吃卯粮的手段。既然订立规矩的是4位圣人，我自然没有资格在此事上指手画脚。如今天道要镇压此方天地，来便是。我齐敬春一人替小镇百姓承受这场劫难，天道和规矩皆可成全。姓齐的，你是真不知道缘由，还是装疯卖傻？三教根底，岂是你小小儒士可以动摇的？齐施主，一念静心，顿超佛地。你们经唱的不错，可当真容得下他齐敬春？善哉，善哉。小镇3000年的天道反扑，我齐敬春一肩挑之。齐先生，快下雨了，您快回。你悖逆大道，不自量力，就由本座先陪你玩玩。春风得意，想与春风破我剑阵？有人说你齐敬春不简单，拥有2个本命字，春字之外，还有一个坏了规矩的敬字。来，就让本座开开眼。你有春风，本座则有一场飞剑伐云。好雨之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还真有点本事。齐敬春，为何不还手？真以为仅靠本命字招架，会有半点胜算？风平浪静，动静有法。拼死护住的地方是怎么对待你的？小打小闹也差不多了。齐敬春，本座最后问你一句：
确定要执意下去吗？不后悔？不悔。好，看拳。凡夫俗子，还不速速下跪！跪下，便可鸿运当头。跪下，就是登上了青云梯。陈平安，快停步！杨老先生，既不要前行，也不要转身，更不可下跪，在原地坚持一炷香便可。你一介凡人之躯，这不是你能承受的机缘。不要逆天行事。不要冥顽不化。齐景春，你若是愿意，可以追随贫道修行。清净无，你大胆！齐先生，齐先生，是你吗？是我。陈平安，不妨站直，走几步试试看。谁敢挡我？快滚！打住！干什么？人的机缘！还不快滚出去！厚颜无耻的小杂种！子拿不到，也轮不到你！虚仙神物，就该将火断绝！你都给我闭嘴！齐先生，你是要走了吗？要走了。外面有太多人不希望我留下，由不得我自己做选择。
都说你齐敬春有望立教称祖，看来不过是浪子虚名。接着走吧。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要见的是一位老前辈。老前辈。陈平安，大道就在脚下，走。事不过三，点到即止。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你怕不怕吃大苦？不怕。那你就肯定要活下去，而且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我想去齐先生说的那个地方。前辈，你看见这位少年了吗？列星随旋，日月地照，40代玉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，行必有正。列星随旋，日月地照，40代玉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不攻天道，无自立生，不朽不明，八荒春风。春风已至，不见敬春。天下有我齐敬春，天下快哉，我亦快哉。所念所盼也无憾，春会在我心流转。天下有我齐敬春，天下快哉，我亦快哉。随风化雨如光，共舞守护着千山。春散随舟离岸，不留恋意，却温暖悲欢。这世间所有的平凡，皆是你所念所盼。从此之后，小镇6000百姓皆有来生。但你齐敬春的这笔买卖，当真划算吗？
阮琼作为这里的新任圣人，管制的甲子之内，越界者杀无赦。这不是斩龙台吗？等宁姑娘的好剑铸成，你来做魔剑石的话，肯定比跟着我强。李宝平，叫我干嘛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你讲快点儿。你扛着的这些树枝是从老槐树那儿捡来的吧？对啊，那边有好多人都在捡树枝呢。我力气小，只能搬得动这么大的。不跑快点，争取多搬几趟的话，就要被人给抢光了。你家住福禄街那边，离老槐树太远了。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可以先把树枝放在我家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肯定不会让我白占便宜吧？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事先说好啊，我可扛不动太大的树枝，很沉的。想让你在那棵树附近看看，如果有绿色的槐叶，就帮我收起来。就这样吗？对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这是我家的钥匙。我记得你家的院墙不高的，我稍微点一下脚就可以把树枝丢进去，不用开门的。那好，你去忙吧。听说过树倒猢狲散，现在又见树倒成柴火。就是再过几千年，人还是这个德行。齐景春，你不后悔吗？大仙，有何吩咐？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看你敢不敢争取了。你的供奉香火被这座廊桥拦腰斩断了，但只要你从桥下游过去，就能从河婆变成河神。昨晚桥上木梁崩塌，我想离近瞧瞧出了什么事，可我一靠近，就像钻进了油锅，疼得受不了。是继续在烂泥里躺着，还是成为河神？全在此一举。前辈好大的神通，竟然能自行敕封一方河神，关键是还能不惊扰到天道。河婆河神一字之差，云泥之别，你会不懂？已经很骇人听闻了，在注定的断头路上硬生生岔出小路，这等手笔由不得晚辈不佩服。小子，你知道我的身份？山主事先并未告知，但是我勉强猜得出一点端倪。哼，去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他呀，一身通天修为不用，仅靠2个本命字抗衡天道。杨老先生，你说齐先生到底图什么呀？若是图一个为生民立命，那也太亏了。他是齐敬春呢，山崖书院的山主，文圣的得意弟子，一条命才换来6000凡夫俗子的来生，划算吗？我看不划算。换成是我，绝对做不来。也罢，看在你这几句心里话的份上，咱们随便聊聊吧。晚辈求之不得。一步步把齐景春逼到这个唯有求死的境地，是不是你做的局？这个局少说从80年前就开始谋划了，我如今不过而立之年，说不通啊。那就是你凑巧来取压圣物，又凑巧碰上这桩惨案，属于黄泥巴掉裤裆里，
不是时也是时。世事无常，无巧不成书。晚辈对那座披云山情有独钟，希望将它作为新书院的地址。晚辈是客，于情于理都应该跟杨老前辈打声招呼。只要前辈一天不点头，书院就一天不破土动工。如果哪天前辈觉得此事可行，然而捎句话，给观湖书院催明皇即可。谢过前辈。季景春，那晚你在廊桥坐了一夜，到底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呢？你们读书人呐，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只要大理让我看得顺眼，60年之期一结束，我自然会再次开宗立派。阮氏这是在祝大理国运昌隆啊！阮氏放心，除去披云山，境内61座山，阮氏可任选3座作为开宗立派的根基。本官可以先送阮氏离珠洞天的新旧2幅山峦形势图，再陪着阮氏亲自去勘探巡视，到时候阮氏再做定夺，如何？图先放着，占山一时，不着急。不过除了披云山，也没哪座山入得了我的眼。那下官便静待阮氏的决定了。宁姑娘。哦，宁姑娘昨晚收到道玄山的飞剑传书，天没亮就走了。她让我告诉你，她送你的剑鞘要先借用一段时间，以后会还你的。原来宁姑娘那夜去倪萍想找我，是要与我道别。等她的事情办完了，你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那个叫齐静春的读书人说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，那么你呢？等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爹说这段时间你就在铺子里安心做事，以后可能需要你帮忙打铁。替我谢谢阮师傅。怎么了？感觉水里好像有脏东西。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只要从桥下游过去，就能从河婆变成河神。
不过如此嘛。不要得寸进尺，以后经过廊桥，切记不要抬头了。往下游去吧，经过铁匠铺别太猖狂。不过你能让这条河催生出水晶，有利于铸剑，阮氏应该不会为难你。谨遵大仙法旨。对了，阮姑娘，能请教2个字吗？你先写写看。早知道就好好读书了，现在要丢人了，完了完了。哦，原来是武学的事啊，我最懂了。神庭合在一起就是穴位的称呼，神庭穴。我们体内有365座大小窍穴，都是金山银山式的宝藏。哦，哎，继续聊啊，我也学学嘛。哎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跟新县令吴渊来小镇的。继续聊啊，我听听嘛。哎，难道我听了之后就一下子变成神仙了？那这2个字念淡中。淡中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这字儿写的着实不咋地啊，一看就是没下过苦功夫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不解释膻中穴在哪儿啊？哦，是不是很难指点给他看啊？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帮忙啊。我觉得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来指给他看我身上膻中穴的位置，不是我来指你身上膻中穴的位置。再说了，你身上膻中穴的位置，神仙也难寻啊。我这不自找麻烦吗？姑娘，你怎么还打？还来！别跑！我错了，站住！还有尾驴、夹击、御诊这后背3关，姑娘你咋也漏掉了呢？古人说后关统一慢功，阮姑娘，开件是正宫之年，夹住我的脚你！站住！哦。小镇60年内仍是以阮氏的规矩最大，阮氏一切作为，大理会毫无悬念地站在阮氏这边。世俗王朝为得个应有之意，都会建造文昌阁和武圣庙，敕封山水正神。在小镇这边，你们是怎么个打算的？目前大理青天剑相中2处，分别是慈山和神仙坟。祭祀之人便是当年从小镇走出去的那2位。刚好一文一武，对我大理也是功莫大焉。阮师意下如何？那2个挺合适，但是选址之事，有没有问过杨老先生的意思？阮师，敢问杨老先生是？你那国师秀虎连这个也没告诉你，就放心让你当父母官？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官场失意被贬谪致死？如果是，之前的事我可就要反悔了。上仙所言极是。对了，夫人，听说新圣人阮琼立了规矩，甲子之内越界者杀无赦。我们可不是凡人。再说了，现在这里是大黎的国土，他敢放肆吗？真以为齐静春死了，你们就能无法无天了？即使躲在边界线之外，眼馋黎珠福地者，只要我阮琼心情不好，
一样打烂你们的脑袋。新圣人脾气倒不小，老夫便不过线，瞧上一瞧，看他又能拿我怎么样。阮氏，有话好好说。记住我阮琼的规矩，甲子之内，一律如此。哼！齐景春，你哪怕有我一半的不讲道理，至于死得如此憋屈吗？哼！我说风满姑娘脾气怎么这么泼辣？原来是随爹呀！陈平安。送你了。你事先藏起来，跟我事后送你不一样。别忘了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。你怎么跟齐先生这么像啊？我要不喜欢你了。我帮你把怀之搬家里去吧。啊，那我可以多喜欢你一会儿。要下雨了吗？妈妈，看，好多人啊！惊鸿不再已释然，尽还离就像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再见，所以我来了。老远雁归去，天长无尽云连连。陋室看前，叶姑娘，这东西你用最合适。人气满脸，眼中青涩，眉间云山叮咛在梦前。千影寒山，百年游船，此心天人间。原来宁姑娘也是神仙。问缘何是缘？我待破剑上穷阴寒。问缘何是缘？这糖葫芦真贵，好像也没那么好吃。但是，听说你又在披云山开宗立派，求您点拨一二，让咱们做个依山傍水的邻居啊！阮师，听说阮姑娘特别喜欢吃糕点，我特意从压岁铺子买了几。再说一次，山爱买哪座买哪座，少在这儿打听。一个个杵在这儿，当自己是剑条，找锤啊！你也想买山？阮师傅，我来是想跟您借点钱。借钱？想什么呢？我想借15、6两银子。之前搬山员追我，踩坏了不少屋子。这事儿，毕竟因我而起。滚蛋！哪儿来的泥腿子，也配跟阮宗师借钱？赶紧滚蛋吧！把货死！
陈平安，你还想跟我请教哪些学位啊？那你去盯着炉子火候吧，1个时辰后结束。给爹买壶上好的桃花春烧，剩下的自己买些糕点。陈平安，你跟我来。哦。好，你看，这是小镇周围的山川形势图，你手里应该有3袋金晶铜钱吧？是的。当下金晶铜钱是最值钱的时候，所以如今说你富可敌国也不夸张。大黎皇帝打算要将披云山之外的61座封禁大山全部解禁，卖给与大黎交好的势力门派，并且许诺此地将来会敕封1尊山岳大神、3位山神和1位河神。将来这方圆千里注定风生水起，灵气充沛。这么说吧，现在买山头稳赚不赔。阮师傅，那这些山头大致什么价钱？比如最小的这座珍珠山，叫价是1枚迎春钱。只需要1枚？哎呀，屁大点的地方而已，大一点的山估计在10枚左右。至于最大的那几座山，你就别想了。说穿了，大黎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人脉，希望与买家背后真正的靠山交好。那如果我今天买下山，明天却死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小年纪谨慎得很啊！放心，只要你本分做人，就不会出事。我可没齐静春那么多道理和规矩。放心吧，300年之内，大黎绝不会擅自收回山头。我拿到的3座山，风水肯定最好。你可以与我接壤毗邻，哪怕你租借给我，你也能年年分红，坐享其成。阮师傅，我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不会被人记恨在心吗？你也有靠山呐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阮师傅，我想进山一趟。不错，没有得意忘形。那你争取尽快给我答复，久则生变。哪一个包子？你也买包子啊？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行。喂，陈平安。小宝瓶。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读书啦。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李宝平。我走啦。爹也真是的，陈平安给你当工匠，工钱都不要，出了事问你借点银子，怎么就过分了？火龙走水。可以了。小小河婆也敢当着我的面撒野？我爹当年连斩6位江水正神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大仙饶命啊！奴婢绝无害人之心啊！奴婢只想帮阮圣人增加水的水柱，为断剑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行了行了，那天我可是看到你鬼鬼祟祟跟踪陈平安，你要是敢图谋不轨，我就打得你魂飞魄散。不敢不敢，奴婢只是看他练拳觉得好奇，并无他图啊。为什么我的道行在流失？不
好意思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天生火神之体，与水是天敌。记住了，下不为例。蠢货，你还敢对他心怀杀心？他将来第一个要杀的河神就是你。接下来给我好好想想如何补救。这桩灭顶祸事，已是大机缘的种子。爹，我想把压岁铺子买下来。我那2袋铜钱不是给你收起来了吗？不然你先给我一枚，任和。你可以让陈平安帮你吧，他现在可是我们小镇的大财主啊。那怎么行？他可穷了，10几两银子都要跟人借。好，爹的钱不是钱，就他陈平安的事啊。我跟他不熟嘛。还不熟？不熟你能昧着良心让自己爹喝这种烂酒，然后中饱私囊，就为了借钱给那王八蛋？闺女，你觉得到底多熟才算熟啊？真想一拳捶死这个挖墙脚的小王八蛋！我来看看吧。看来陈平安快成你的心病了。杨老先生，新任督造官吴渊身边的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看不出深浅。老话说得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进门先喊人，入庙先拜神。我先见过了阮师，又来见杨老，礼数上挑不出毛病。进山入泽，画符震慑，只是不知道你那是鬼画符还是神仙符。总之此次打过招呼后，我保证不再和2位有交集了。鬼画符也好，神仙符也好，我就只管一座芝麻绿豆大小的城隍庙。不过城隍爷可是专盯着治下的那些阴物，特别是什么山精水鬼的，您说是吧，老先生？小心驶得万年船呐！当心祸从口出。杨老先生这是太久没活动过了，也罢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晚辈就陪您撑撑筋骨，运运气。派头不小，别是花架子吧？诺。杨老先生对付一个晚辈，下手这么重？星罗棋布，看来还是个做局人，有点意思了。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究竟有多大。前辈想看，晚辈也不好驳了您的面子，那就玩玩。开局，无事抛旗千虎口，几时开眼复连行。终须杀尽人边敌，四面通红眼大荒。法宝虽多，可你用得精吗？好小子，道行不浅，这局开得不错，再来。看来不搬出家底，是不让我走了。
我的面子上，两位就此作罢吧。打坏了这福地，算他的。哎，主家欺客，我可不认这账的。暂借此方天地灵气一用。去。家底有点看头，但还算不上厚实。二位，别急，这小子憋的屁还没放完呢。天见其明，地见其光，唯吾贵其权益。学识不浅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好。要不我们三人混战，打烂这方圆千里。我没问题啊。你知道的不少啊。此言差矣，我毕竟是个外来的。不过这里的事知道的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比如我还知该称呼老先生为卿。就此别过。有可能是上武境。哼，大惊小怪，你阮琼不也是上武境吗？说穿了，你们是互相忌惮。哼，就是看他不顺眼。算了，麻烦。走了。哈哈哈。真是一个老谋深算，一个年轻气盛啊！哦，还有一个家财万贯的。你是何人？敢闯我大黎封禁之地，按大黎律法当斩！走。这位小兄弟，我在阮氏那里见过。我是新上任的督造官，吴渊。你继续按照原先的路线走就是了。多谢，请吧。我看这少年武道修为不高，却有破境之势。当然，这里人杰地灵。国师大人，他就是你的手笔吗？
前辈！太渊穴，复心经，丈穴当地，竅脉搏息，尾闾、夹脊、玉枕，三穴既通，缩艮开前，破镜临门。这些都是我的，有钱真好。不错不错，是个修身养气的好地方。从哪里开始呢？此等良辰美景，应有美酒作伴才对。宝鹿山、仙草山、彩云峰珍珠山。眼光还算不错。落魄山，那以前是大黎的封禁之山，你怎么会选中它？就是，我帮你们去办理买山手续吧。那就先这样吧。我估计你还剩下些铜钱，我帮你在镇上再选2间底子厚实的老铺子。谢谢阮师傅。忙你的去吧。哎呀，还真是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啊！陈公子，陈公子气色不错。陈公子。等到买下山头和铺子之后，你就舒舒服服的躺着收钱，娶妻生子，光宗耀祖。我阮琼大黎都会看护着你和你的家业。记着，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。齐先生走了以后，你若是怀念他，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别让自己陷进去，更别想着去刨根问底。年纪轻轻的唉声叹气做甚？好不容易练拳积攒的一点元气，不要外泄。记下了。都选了哪几座？我选了宝鹿山、彩云峰，还有仙草山、珍珠山和落魄山。落魄山，是谁暗示你了？阮琼？不应该啊，他明摆着不想跟你牵扯太深。
落魄山是有什么蹊跷吗？除了披云山和香火山，就属这座落魄山最有交头。不过目前为止啊，怕连大离钦天剑也看不出来。你算是占到天大的便宜。怎么会选他呀？直说，别闷个屁。其实，落魄山3个字上，刚好掉下一坨鸟粪，我觉得挺有缘分的。也罢，在山上遇到什么事儿没有？跟两位官差有点误会，还好新上任的吴大人没有计较，还给我指了路。无冤？你要当心他带来的那个没心有志的少年。好好留着齐先生送给你的那4方印章，尤其是带镜子的那一方，牢牢藏好。记住，你是富甲一方的人，一静不移动。记下了。若我非要这牌匾呢？宋大人恕罪，小镇心腹大礼，诸如牌匾等老物件的存留，关乎民心所向，不可轻易摘取。哟，这不是陈平安吗？没和阮秀姑娘学字，在这看热闹呢。随便看看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，这热闹还没看完呢，可有意思了。一边呢是前任督造官宋大人要拿那匾额的事情跟别人拍胸脯邀功，另一边呢是把小镇所有宝贝视为自己禁鸾的小镇父母官吴渊大人，为的是4块匾额：兵家的气冲斗牛，儒家的当仁不让，佛家的莫向外求，道家的惜言自然。瞧见那位侍郎大人手里的物件没？是专门用来踏碑的，目的就是要把书写之人留在这16字中所蕴含的磅礴神意一层层剥下来。快踏写干净，不要让吴大人在这等了。不过兵家的气冲斗牛，好像有2字不久前就死了。知道这么多，你到底是谁？我，我姓崔名禅，禅字比较生僻难写，麻烦的很，所以你可以喊我崔师伯。我还有个绰号，喊起来比较顺口，叫绣虎。我可是自报家门啦。哎，陈平安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趟宋吉新家？我要去阮师傅那里铸铁，去晚了阮师傅可是会来找我的。哎，知道你在担心我图谋不轨，实话告诉你好了，我跟宋吉新的弟弟很熟悉，他很好奇自己哥哥在小镇这10多年到底是如何生活的，就托付我，一定亲眼去看一看。回到京城后，好跟他说道说道。既然是亲兄弟，就不能自己去问吗？陈平安，你挺聪明啊，这么快就找出漏洞了。哎，富贵门庭里龌龊事，多如牛毛。他跟宋吉新还没见面，关系就很差了，所以你要体谅一下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是不是就会找我的麻烦？我像是那种穷凶极恶、一言不合就要杀人全家的人吗？看着不像，但不代表你不是。好吧，我去问别人去。你又没他家钥匙，你去干什么？翻墙进去绝对不行。那我带你去他家宅子门口看一眼吧。这就对了。早干嘛去了？走吧。这边。等等我呀！倪萍相气韵不俗，卧虎藏龙，必出人才呀！以后怕是把福禄街、新华巷加起来也比不过这里。就是这里。字真不错，比他弟弟要有悟性多了。宋吉新这辈子都不会回到这儿了，留着烂掉，可惜了啊！不行，没到年关就还春联，会招晦气的。这里还有这讲究？你要是觉得白来一趟，就去我家坐坐。
正好我也要收拾些东西烧给阮师傅。算了算了，估计连杯茶都喝不上。反正受托之事也算了吧，我走了。这什么人呢？先生，这副对联是谁写的？很有意思啊。宋吉新，不过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改名了。先生要这春联做什么？自然是给你那位宝贝师兄长长见识啊，省得说我是仗着年纪大才能写字写得比他好。现在这春联是他同胞兄弟写的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找到什么借口。小师兄的借口可多了，他就可以说是宋吉新整天没事做，光顾着练字，写出来的字就能好一些。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算了，今天让你来这儿，是要你见一个人。见人？谁呀？看看，我才是关虎小军定是老码头的私生子，天天黏着秦丽，形影不离，粗鄙不堪。崔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君子，你这是嫉妒。哟，你是不是巴望着长大了给他填王啊？你乖，我找打。我总觉得崔明皇远不如齐先生待人亲和，伪君子罢了。先生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先生，你我之前约定之事有些变化。怎么，你们后悔了？非也，非也。先生顶替齐敬春担任山崖书院新山主一事，其实未变，是在下新得到的消息。陛下欲在披云山新起一座书院，50年内会提拔这座书院为72书院之一。现在只缺后学鸿儒，掌印起卷，开堂立学了。所以你是想让我改换门庭，投身新书院？先生若是愿意，现在回去就能担任新书院的山主，比起万里迢迢去山崖书院识人牙慧，不是更好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呀？嗨，那老头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时间太长了，确实有些不对劲。还有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车夫有点怪怪的？刚刚李怀想去叫一下马爷爷，他都不让。没错，我也觉得车夫有问题。那他是坏人吗？我们会不会被杀呀？估计现在不会，要不然早就被杀了。但是他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马爷爷才行。我想到了，一会儿我们就这样。先生明智。先生，这是何意？任你巧舌如簧，也掩盖不了摧毁山崖书院的险恶用心。我马占宁为山崖书院扫地，也不做叛徒。大隋此时接手山崖书院，等同于向大黎宣战。你确定仍要远赴敌国当山主？哼，读书人忠诚的是文脉传承，不是某国国姓。好，好，好，油盐不进是吧？就这样，行动吧。好，好。好什么呀？
糟了，我肚子疼，好饿，快把吃的给我！你们去哪儿？李宝平，快跑！你们干嘛？都给我让开！好了，快走吧！大家分头跑！何为传承？不过东流水，歧路苦久长。何愁多歧路，春风满衣裳。春风已逝，先生可不要把书读死。礼义法度，圣人所生的，圣人可，先生如何不可？望一朝成祖的齐晋春打造的书院，只有山崖一个。君子识屈则屈，识深则深也。这一点，先生应该最清楚不过才是。背后的人是谁？事已至此，你又怎会想不到是谁呢？不可能！先生不妨再考虑考虑，否则山崖的传承就真砸在先生手里了。宝平，小宝平，出来吧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报，逃脱了一个女孩。兹事体大，不可大意，速速追来。是。一己私欲，铸成大错。我愧对你们，愧对师兄的嘱托。马爷爷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将所有歹人引开，你逃回去，去找陈平安。我没多少时间了，山崖书院的存续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中年洒扫，只求心境如皎月，到头来反而杂尘蒙心，弑臣归心，更待何时？先生，可是想通了？哼，这断头路可是先生自己寻来的。断流道！疯了吗？为了山崖书院，连来生都不要了？齐师兄，我现在才懂，你屈身抉择为何因，现在才懂。
在那边！快，继续跑！在那儿！别回头！谁输谁是小狗！谁输谁是小狗！小狗！他果然是来找你的，想救人，带上齐静春送你的镜子印。今夜子时到慈山。是小石头他们的衣服，多半是冲我来的。只要李怀他们，应该还是安全的。晚辈崔明皇拜见国师大人。嗯，你还能活着回来啊？虽有意外，但仍在大人的计划中。只是没想到，马瞻这么个废物，竟不惜以死护道，也不为我所用。可惜了大人留下的承禄甲了。枉我还是你的师伯祖。说到底，那马瞻也在文圣门下待了10多年，你非要以蠢人示之，不吃亏才怪。如此看来，你要是被打死了，岂不是更妙？不过还好，我这边还算顺利。别害怕，不像是那种一言不合就要杀人全家的人吗？开赌喽，齐静春！这一把要是我赌赢了，你苦心孤诣留下的2柱文脉传承就彻底断了。将我的一半神魂飞入你这副皮囊中，你便是另一个我了。这趟离柱洞天之行，稍有不慎便会道心失守，千万谨慎行事。自己嘱咐自己，啰不啰嗦？我会看着办的。啊，真是潇洒美少年，皎如玉树临风前呢。别紧张，有问题就问。莫非齐静春之死是先生的手笔？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？大离国师算无一策，学问规矩，浩然之手。拍马屁！我崔禅是一位数典忘祖、做人忘本，哦，还有欺师灭祖的家伙。昔年文庙那场亚圣和文圣两脉的3、4之争，文圣落败，排位跌至第4，他的神像被搬出文庙，打砸殆尽，弟子流散各方，
文胜自求于功德林，那齐敬春也学文胜，自求于离珠洞天。而我这位文胜首徒，则叛出师门。齐敬春和先生，竟然是师兄弟，同门不同命啊！我问问题，先生都没听完就打断了我。但对齐敬春的问题，你猜先生想了多久才给出的答案？1个月。10年。更可气的是，即使我叛出师门，却仍受先生文脉牵连而跌境。而离珠洞天内修为压制的这么厉害，齐敬春反倒修出了静和纯2个本命字，境界大涨。如此想来，他当真是世间奇才。所以，这便是齐敬春必死的原因。齐敬春曾经得到过一封密信，得知文胜死了，山崖书院即将被撤掉72书院的头衔。如何保住书院，便是个天大的难题。而且他心知肚明，只要出了离珠洞天，他境界不跌反升的真相，必会给文胜一脉及山崖书院惹来更大的祸端。所以，齐敬春的最佳选择，便是继续自求于此。可惜，下一位圣人阮琼提前进入小镇，断了他的后路。不仅如此，大黎允许3教一家来小镇提前取走压胜之物，加速离珠洞天的崩塌，也是齐敬春的一张催命符。可离珠洞天本就是违逆天道的存在，当天道反扑时，这里的人将无一幸免。这本就是既定的事实，为何会是催命符？这便是此局的妙处啊！齐敬春若苟且不管，便违逆了他的大道根本，修为大跌，最终落个生死道消。若他管了，天道反扑之祸便只能一肩扛之。这也给了那些幕后的大人物出手惩戒的理由，所以他必死无疑。不过那师弟并不傻，临死前将他的文脉开枝散叶，以求延续。可惜他低估了我这个师兄，他的文脉将由我来一一毁掉，而我也将以此正道，修为重回巅峰。所以我需要用事实证明我的想法，于是我就设计了一场大考，用来断掉齐敬春的文脉香火，更是我的正道契机。而那大考的考生只有一人，便是那倪萍巷的孤儿陈平安。那陈平安先生，怎么判定他就是齐敬春真正的传人？马占身死，赵瑶也失去了春字印主人的身份。那么接下来，就只有那个坏了大规矩的镜子了。学生还是不太明白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要设下一局大棋，考量那个陈平安。因为陈平安从一出生就已经在这盘棋内，是一招无离手。不要小看了这颗弦子，他的本命词被打碎之后，便不再是笼中之雀。父母双亡给他造成了孤苦无依的局面，但杨老头传授的呼吸法，顾灿娘的一饭之恩，都为陈平安营造出了生的希望。他也不负众望，在困境中成长，最终长成一颗被齐敬春认可，保有赤子之心，又不被人掌控的棋子，一颗能真正继承齐敬春文脉的棋子。先生打算杀了陈平安？大道之争，重在诛心。这是玉石光阴镜，能推演未来，反观人心。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晚辈这就前去游说陈平安，一定不负师伯祖的众望。
是陈平安。贪字近乎贫，兰字近乎坟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齐敬春送你的4枚印章，蕴含着他的文脉传承。得此物者，日后的修行之路会青云直上。你如今已是富甲一方，这枚印章便没有兼得的道理了。一个贫贱至极的陋巷孤儿，定然无比渴望生活安稳富足。所以在我的暗中操控之下，他如今已经是小镇的富家翁了。哎呀，一无所有时，失去是一件无所畏惧的事。富甲一方时，他陈平安还有勇气失去吗？如果他交出印章，齐敬春的文脉自然就断了。这就是我为他安排的一场问心大考。你就不带考虑的吗？没什么好考虑的。就算换作是齐先生，也一样会同意我的做法。快放人吧。别怕。如今大理与大隋已是敌国，你们要去大隋的山崖书院，等同于叛国。你骗人！依我看，你们的父母都在京城，不如就跟我去京城寻亲，也可去观湖书院读书，一样可以做学问、修大道。就凭你们5个孩子，怎么千里迢迢去大隋啊？谁会愿意舍命护送你们？指望这个连印章都守不住的人，我有点搞不懂。你如今已经是富家翁了，却还是喜欢每天钓鱼。以前捕鱼是为了吃食，富足之后，却才懂得了垂钓的快乐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3餐不愁足矣，何况朋友们也都在呢，每天都高朋满座。夫复何求呢？好惬意啊！看来你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选择？什么选择？走了。陈平安，可惜了，刚刚的那种生活一直过下去不好吗？糟糕，动不了了。要看一看你的另一种选择吗？喂，醒醒，醒醒！啊！他已经回不来了。陈平安，你醒醒啊！凡人要生存，就得懂得权衡利弊。说到底，他陈平安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。我做错了，你还想打赢我？你侥幸的一路走来，真的靠的是你自己吗？我只是……你真的觉得自己会一直这么幸运下去吗？原来我也是怕死的，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你的朋友希望你这么做，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半山猿报仇？是我错了吗？反正我没有。小虎，结果不会改变。到底该怎么做？小家伙，天宇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蝼蚁见面。
怎么做才能不被别人随意践踏？对，即使本命辞碎，也一样逃不掉的。这是运，也是命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陈平安，你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别那么鲁莽。扫把星，店主，一静不移动。助破无法，一生没大干。我没有害死爹娘。爹娘助破法，扫把星，店主大气，你都是陈平安，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，这便是你要的，这便是你要的。我该怎么做？你们只有跟我走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哼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陈平安。若遇事不决，可问春风。这句话你留在心头就好，以后说不定用得着。春风，秦先生，陈平安，前面的路会很难，即使不去，也不怪你。若是将来有陌生人掉进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键毁之。只是又一下，连死都死过，怕什么？帅气！我只希望我所注视的人都能好好的，对他们有难，我便愿意挺身而出，仅此而已。你可想好了？陈平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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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好了，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去试一试，因为我跟先生一样，不相信这世间有所谓的命运。要帮你一把吗？我自己可以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这点障眼法难不倒你。不要忘了，不管遇到什么，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。先生的夙愿一定能守住的。谢谢你，陈平安。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会选他了。不敢走！陈平安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如果那些当真会应验，陈平安也不足为惧。有些事情死了也要做。准姑娘字写的不怎么样，本事却不小啊。
大考的结果我很满意。陈平安，你果然是齐静春的文脉传人。而我呢，已经将自己的大道与你相连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一荣俱荣。不过，我的大考并未结束。接下来，只要你的心境出现瑕疵，我便可以此正道，收下齐静春的文脉，重回12境巅峰。齐静春，这一盘棋，终究是你输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哎呀，以某人付出生死道消的代价，换来了一个不错的结局。也不知道这些家伙将来会不会念这份情啊？稍等稍等，这些名字我一人记下就好了。好小子，胆子够肥！这是第几次无视小镇规矩了？我这不是还没做吗？你们只管放开手脚来打，我负责收拾烂摊子便是。我看行。哎，杨老前辈杀人不见血，还能坐收渔翁之利，真是好手腕啊！就算杨老前辈有本事护得住10之1、2的山河，可如果我一门心思打烂神秀山横朔峰呢？这山峰可是为咱们阮姑娘正道准备的呀。换成是我，真不能忍。赶紧滚回二郎巷！哼，还真是在乎你闺女啊。不欠天不欠地，唯独欠那丫头的娘亲，就只能把亏欠她的放在女儿的身上了。看来终究没有人能拿走那份天大的机缘，连齐静春也不行。不过也好，免得又是天翻地覆的局面。可以的话，这座庙我要搬走。只要不是搬到外面，我没意见。看在你这么爽快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假如陈平安真的是齐静春选中的人，那么他很可能早就被做进了这盘死局之内。但齐静春死前故意跑到我这边，给陈平安说了一句话，你猜猜看他说了什么？我可猜不着。君子可欺之以方。齐静春他早就看出来了，自愧不如。这话既是说给我，也是说给10年甚至100年后的陈平安。哪怕他以后知道了自己才是导致齐静春必死的那枚棋子，也无需自责，因为他齐静春早已看透。真他娘没劲！堂堂齐静春死得这么窝囊，换成是我，早打烂这天地了。别去，喝酒去。陈平安，我也很想看看你到底能走多远。哪怕只剩下一缕残破，可擅闯私宅，终非君子所为啊！齐静春，我的小师弟，对不对？
那天你和崔明皇明面上是演戏给吴渊和大黎王朝看的，其实是演给我看的，累不累？那你看出什么了？当陈平安做出选择帮山崖书院的那一刻，你的大考就已经败了。可你依旧有恃无恐，是因为你已将陈平安当做了你的影子。然后，你以真身入定做观想。陈平安若是能够坚守本心，就等于你也坚守住了本心，最终成为你重返境界巅峰的大道契机。不错，哪怕陈平安不能坚守本心，我依然安排了后手去不断损耗他的心境，最终使其支离破碎。到时候你齐敬春的文脉气韵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这可远比真身入定做观想的结果好处要大得多啊！唉，崔禅，可惜你还是棋差一招，终将满盘皆输。我可是找到了你的文脉传人，怎么可能输？你如果现在放手，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齐敬春，你一个即将魂飞魄散的东西，半人半鬼，也配跟我讲道理？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想坏我心境？崔师兄，哼，我就不信你能赢我。陈平安，你这叫合则而渔，哦不对，应该是釜底抽薪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钓鱼可比读书难多了。鱼可不笨，要是太早收竿，肯定钓不到的。还有，季节不同，晴雨天气，鱼钩和鱼饵都有讲究的。不过我们有那么多吃的，为什么还要抓鱼啊？你想啊，有一种说法叫坐吃山空，所以要多备点。去山崖书院的路还长着呢。齐先生教过我，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是先生教给我的第一个道理，我受用至今。怎么可能？齐敬春，你竟然选了一个女人当自己唯一的嫡传弟子，有何不可？好，我得不到你的文脉没关系，可我与陈平安依旧大道相连。难不成你为了阻我大道，还要坑害陈平安？我劝你现在就斩断这份牵连，这样我还能让你留在中武境当中。齐敬春，你失心疯了吗？所以我转赠给你，再请再礼。那玉簪子是师傅的，你居然带师收徒！崔禅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了摆脱先生的文脉，可谓是机关算尽，暗魂定魄。可到头来，偏偏还是和先生的文脉传人陈平安大道相连。现在落得个道心失守，修为大退，完全是作茧自缚。陈平安并非我的弟子，更不是你的棋子，他会以天下为棋盘，走到你无法想象的高处。你若再敢暗中作梗，我定让你跌落成凡夫俗子。齐敬川，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手笔？
春，齐静春！爹，娘，明天我就要出远门了，带着齐先生的学生。听说大隋离这儿有几千几万里远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但孩儿明白一诺千金的道理，还望爹娘体谅。8000年了，那么多英雄豪杰都入不了你的眼吗？就连凤运而生的马苦玄也没资格见你。你到底中意了谁呢？罢了罢了，如此一来也是好事，小赌怡情，不用担心满盘皆输。事实上，我见证过许多义气少年慢慢变成枯槁老翁，你为何偏偏对他如此执着？他就是那位少年。老前辈，请你睁眼看一看这个少年吧，哪怕一眼都好。起初只是闲来无事，便随意看看。他虽平凡，却活得饶有生趣，比一群孩子舞刀耍剑，围杀一条条小龙有意思多了。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交给你照顾。拿走。求神仙们保佑我爹，救救我娘！医不了了。娘，赶紧把药喝了。好疼啊！林婶婶，我对陈平安前辈真的不愿意点头。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，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失望？那你呢？平安，平安，你醒醒！答应过娘的事，还记得吗？平安记得，不可行乞，不去龙窑做工。还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哪怕将来的日子比现在更苦更难，只要活着，才有机会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爹，娘，我现在足5岁，是大人了，我肯定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让陈平安走一趟廊桥，如果他能够坚持前行，我可以考虑。
我相信陈平安，请你也相信齐景春。齐先生，你是要走了吗？接着走吧。齐先生，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要见的是一位老前辈。再来！再来！我想去齐先生说的那个地方。前辈，你看见这位少年了吗？为了这个少年，值吗？于我而言，本就身陷死局，但那位少年让大道孤身的我看到了方向，所以我想为同路人也点一盏明灯。有意思，我相信齐先生，也愿意去修行那个少年。你们要去大黎京城找你们的长辈，还是要继续去山崖书院上学？听说我们的学书还要办下去，我就留下吧。我想去京城找爹娘，求学当保人权，我也想留下。唉，我李怀大人还真难抉择呀。你们几个，一点困难就把你们吓倒了。我就要去山崖书院，去齐先生读书的地方。齐先生说过，我们山崖书院的藏书之精冠绝一州。齐先生还说了，我所有的问题哪怕他无法回答，但全部可以从书本上找到答案。你不怕吃苦吗？一个人的话就有一点怕。好，那我就陪你去山崖书院。齐先生，我说过的，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。前辈，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。可这里曾是一处战场，大战落幕后，只剩下这座拱桥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这个称呼甚合我心。陈平安，我想请你帮我跟外边的四座天下说一句话，可以吗？我已经等了8000年，虽然你的修行天赋远远比不上我之前的主人，但是没关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第2位，也是最后一位主人了。立誓之前，你要记住，我现在还不能现世，100年之内，你要跻身炼气室第10楼，才能来石拱桥取走铁剑。虽然暂时无法随你征战厮杀，见面礼还是有的。这玉牌能用来收纳物件，
但你要跻身中武境才可驱使，先温养在窍穴中吧。接下来再额外送你3缕极小极小的剑气，接好了。放松经脉，便可心神安稳。陈平安，请你跟我念一遍那句誓言，可以吗？好。天道崩塌，天道崩塌，我陈平安，我陈平安，唯有一剑，唯有一剑，可搬山，可搬山，断江，断江，倒海，倒海，降妖，降妖，镇魔，镇魔，弑神，弑神，摘星，摘星，摧城，摧城，开天，开天。天道崩塌，我陈平安，唯有一剑，可搬山，断江，倒海，降妖，镇魔，弑神，摘星，摧城，开天。剑来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老天条连马苦玄都看不上，怎么会选中陈平安？凭什么小镇最大的机缘会被一个泥腿子打了？最馋你这个老王八蛋，还不救我！放我出来！放我出来！老王八蛋，救我！罢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便彻底一分为二。世间真的多了一个摧残，不知是福是祸呀。好啊，齐景春，竟让我从此被困于这具躯壳之中。江湖漫漫，咱们究竟谁更胜一筹？拭目以待。陈平安，我都收拾好了。重吗？不重，不那么重。什么时候累了就跟我说一声。怎么可能会累？陈平安，除了东宝平州的形势图，我还放了一些银子和铜钱在里面。比起你送给我爹的金晶铜钱，真的不算什么。你千万别拒绝啊！我又不傻，给钱还不要。你还不傻？为了他们，你都……阮姑娘，以后的事就都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你好好保重。那就出发。出发！保重。我走啦。你以前出过远门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我出过远门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你的。那路上就请你多指教了。你
你头上怎么别了一只簪子？啊？我不知道。陈平安，其实是有钱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不是了，我有钱的光景就那么几天。好吧。哎，那你箩筐里露出的一截木剑又是咋回事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陈平安，你再这样，我今天就真的不喜欢你了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算了算了，明天再不喜欢你好了。